河里有个价值连城的黄葫芦，每天无数人从他身边走过，却没有一人愿意捡起来，只因葫芦外观非常普通。村里没有人愿意下河去捡这个葫芦。这天挑水少年夏平安照常过来挑水，忽然发现水里散发着微弱的黄色光芒，一时好奇便弯腰把那葫芦捞了起来，拿在手里仔细端摸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，原来就是个破葫芦，不过用来装水啥的也挺不错的，每天在外面干活，很多时候都喝不到水。说着，夏平安就将葫芦伸进河里，准备装点河水带着路上喝。就在此时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。起初夏平安以为是葫芦破了个洞，但他仔细检查了一遍后，却发现这葫芦就是个无底洞，怎么装也装不满。夏平安感到奇怪，可还是想着先不管了，反正能装水就行。他心想这葫芦有些太大，如果能小点就好了。然而夏平安心中才刚刚升起这个念头，那葫芦就慢慢缩了一圈。他揉了揉眼睛，确认葫芦真的只有7、8寸高了。再小。随后葫芦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又缩了一大圈。再小点，再小点。伴随着一阵头晕眼花，黄皮葫芦已经缩小到1寸左右。只是夏平安现在头晕眼花，呕心胸闷，手指都微微颤抖。他心里想着，身体发生这种情况，大概跟葫芦有关，还是先别试了。要是回去晚了，又要被婶子骂了。原来夏平安爹娘死得早，从小就和大伯一家生活，可大伯一家从来没把他当人看，每天不是在干活就是去干活的路上，吃的东西比猪食还难以下咽。等到平安到家的时候，天都快黑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粗哑的女声从屋内传出：“到家门口了，还磨磨蹭蹭，还不快去挑水喂猪！”门口一名胖妇女对着夏平安横眉怒目，那他就知道吃，做点事就偷懒，一天时间就扛了这么点水回来，说他那死鬼爹娘走得早，要不是他从牙缝里挤出点吃食，夏平安早就饿死了。夏平安一边陪着笑脸，一边将刚扛来的水放进水缸中。等到忙完家里家外一切杂活，婶子一家早就钻进了暖烘烘的被窝。直到这时，夏平安才走进吃饭的堂屋。昏暗灯光下，只有一只小碗中盛着半碗冷粥，夏平安几下就喝光了。吃完又把锅碗洗刷干净，这才钻进自己睡觉的房间。房间很简陋，一张残破的床上面铺了很厚的一层稻草。夏平安从早上忙到现在，早就累得浑身难受，舒坦的伸了个懒腰，心里却想到这白粥好吃是好吃，但是填不饱肚子，还是喝点水充饥吧。想着想着，他便从怀里掏出那只手掌大小的葫芦。然而当夏平安对着葫芦猛灌一口水后，他被震惊了，原本苦涩的河水竟变得无比甘甜。要知道村子周边全都是苦水，家里有条件的会往里面加几片茶叶掩盖。夏平安接连又喝了好几口，确定不是自己的错觉，葫芦里面的水真的不苦了，竟还有一丝丝的甘甜。没一会，喝完水的夏平安便昏睡过去。次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夏平安就已经从床上爬起来准备干活。他衣着单薄，便从床铺上抓起一把稻草往衣服里面塞，用来保暖。就在这时，他在稻草之中竟然看到一抹绿色，仔细一看，夹杂在稻草中的一粒干瘪种子竟然发芽了，还长出了2、3分长的嫩芽。这大冬天的，所有绿叶子都被冻死了，更别说种子发芽。夏平安心中思索许久，想起自己昨天晚上抱着葫芦喝水，似乎洒了一些出来。他当时没怎么在意，难道是溪水装进葫芦之后就开始有了某种神效？想到这里，他将这根发芽的种子藏到床后不起眼的地方，又往上浇了点葫芦里的水。接着他又在稻草中翻找了一遍，找到3粒干瘪的稻谷，将这3粒干瘪的稻谷也放到床后浇了点水。此时门外传来了婶子的嘶吼声：“你这懒货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在躺尸！”夏平安闻言，只能将黄皮葫芦往衣襟里一塞，快步走出房门。他每天都要赶早起来煮猪食，帮堂弟烧洗脸水。大伯家里共5口人，堂兄待在县城正武堂中习武多年，一拳能打死1头牛。堂弟比自己略小，在私塾中跟着先生念书，从小这兄弟俩一直以打骂夏平安为乐。还有一个堂妹才7岁，大伯是全家唯一还保留了人性的，每天餐桌上的半碗冷粥都是他留给自己吃的。夏平安坐在土灶边烧火煮粥，烧洗脸水。尽管他做事已经很麻利了，却还是被婶子骂了一顿。磨磨唧唧，还不快去喂猪！烧这么久，得浪费多少柴火？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还浪费我的柴火！在婶子的喝骂声中，夏平安提着猪食往猪圈走去。为了防止夏平安偷吃，每天早晚2顿饭婶子都是亲自做的，不给夏平安下手的机会。思来想去，夏平安只能向猪食出手。走到猪圈门口，见周围没人，抓起一大团猪食就往嘴里塞，还挑了一团米料较多的揉成一团揣进衣襟里。眼前这头黑猪起码得有7、80斤，比夏平安还要胖一些。婶子家打算今年杀他过年，特意给他加了些米料和米糠。可这头黑猪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吃了2年草，临死的断头饭却被人偷吃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夏平安睡觉的小房间里已经长出了几株禾苗。这种本来应该春天才能生长在水田里，必须享受阳光照耀的农作物，就这么不讲道理的存活了。而且生长速度是普通禾苗的10倍。他看这几株禾苗生长这么好，便想着扩大一下规模，多种点。以禾苗生长速度，也许明年开春就能卖出不少钱。想到这，夏平安趁着婶子没注意的时候，去仓库偷了一把没去壳的谷子。这么多种子不可能种到房间里。夏平安在山中转了好几圈，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清理出一小块土地。这地方很偏僻，扫开积雪之后全都是碎石头，地下都没几坨土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种活。先种下去，浇一些葫芦里的水，希望葫芦能创造奇迹吧。
第二天早上，夏平安忙完后便向山上跑去，而那些稻谷种子竟然真的发芽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夏平安每天进山给禾苗浇一遍水，几天时间就长到了1尺多高。同时，为了不让沈娘一家子发现房间里的禾苗，夏平安这几天表现得特别勤快，每天都到外面捡狗屎。捡狗屎难免会在身上沾染点，搞得他身上和睡觉的房间都恶臭难闻，避免婶子去他的房间发现秘密。而夏平安房间里的几株禾苗，现在也开始抽出粗壮的穗子。按照这种速度，再有2天就可以收获了。看到禾苗的良好长势，夏平安暗暗下定决心，等到过完年，一定要想法子租几亩薄田。转眼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，天气也愈发寒冷起来。不过大伯一家今天却是其乐融融。在县城学武的堂兄回来了，堂弟上学的私塾也早就放假了。那头夏平安养了2年的大黑猪，终于在今天被杀掉。夏平安蹲在土灶边上烧火，锅里咕嘟咕嘟的冒着白气，一股诱人的肉香传出来，勾得他直吞口水。自己起早摸黑辛苦养了2年的猪，大伯就算不顾念骨肉亲情，看在功劳上，多少也会分自己2块肥肉解解馋吧。此时堂兄端来一只大盘子，婶子用筷子把锅里的肉一块块捞出来放进盘子里。看得夏平安直流口水，婶子给堂兄装满一大盘肥肉之后，又开始捞出一块块肥肉往堂弟的盘子里装。而夏平安看着锅里剩下的骨头和瘦肉，知道自己想吃一块肥肉的梦想已经破灭了。不过能吃到一块瘦肉或者啃块骨头解解馋也不错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到最后婶子一家连根毛都没给他留，只留下一锅飘着油花的汤。夏平安，你往锅里再兑些水，然后煮一大锅干野菜，还有地上那么多猪粪，你也不知道去清理一下。寄人篱下的人是吃不上肉的，夏平安只能一眼往肉汤里添了些水，然后将好几捆晒干的野菜扔进去煮肉汤，煮出来的野菜味道也很香。等到他忙完之后，只能吃点野菜，对付了这一顿杀猪盛宴。晚上刚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堂妹却偷偷跟了过来，递给他一个用黄纸包裹的小包裹，隔着几米远就能闻到一阵诱人的肉香。你快点吃吧，我要回去睡觉了，你可别让我娘发现了。说完，堂妹便转身离开。夏平安感动不已，这个家里也只有堂妹将他当亲人。而就在他回了屋准备品尝那块肉时，房门却被人猛地踹开了。只见婶子气势汹汹地闯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根烧火棍。你这个杀千刀的，居然还敢偷吃！婶子一脚踹开房门，手里的烧火棍带着劲风劈头盖脸就朝夏平安挥来。烧火棍砸在夏平安的肩膀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夏平安吃痛，手里的黄纸包裹掉落在地，油脂散开，一块肥瘦相间的猪肉滚了出来，肉香瞬间在狭小的房间里散开。婶子看到地上的肉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脸上的横肉因为愤怒挤在一起，嘴里骂骂咧咧，声音尖利的像破了的铜锣。他说夏平安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，吃着家里的喝着家里的，竟然还敢偷家里的肉，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什么叫规矩。大伯听到动静也从堂屋走了过来，他站在门口，脸色阴沉，一言不发，只是用那双浑浊的眼睛冷冷地盯着夏平安，那眼神里没有半分骨肉亲情，只有满满的厌恶和怒火。堂兄刚从县城回来，一身的蛮力没处使，见婶子在打夏平安，也撸起袖子冲了上来。他抬手就给了夏平安一巴掌，这一巴掌力道极大，直接把夏平安扇倒在地，嘴角瞬间渗出血丝。堂弟跟在后面，也捡起地上的小石子往夏平安身上砸，嘴里还喊着小偷，说夏平安是偷肉的小偷，就该被打死。夏平安倒在冰冷的地面上，肩膀的剧痛顺着神经蔓延到全身，脸颊火辣辣的疼，可他的目光却死死地盯着门口的方向。堂妹就站在那里，小脸煞白，眼里蓄满了泪水，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，嘴唇哆嗦着，显然是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。他看着夏平安被打，心里又急又痛，张了张嘴，想要喊出声，想要告诉所有人，肉是他偷偷给夏平安的，不是夏平安偷的。可话到嘴边，却被夏平安一个眼神制止了。夏平安的眼神里带着哀求，也带着坚定。他轻轻摇了摇头，用口型对着堂妹说着别说话。他知道婶子的脾气有多暴躁，如果堂妹站出来承认，等待他的只会是更严厉的惩罚。堂妹是这个家里唯一对他好的人，他不能让堂妹因为自己受委屈，哪怕自己被打被冤枉，也绝不能让堂妹牵扯进来。堂妹看懂了夏平安的眼神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她咬着嘴唇，硬生生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，只是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。婶子见夏平安倒在地上不说话，只当他是认怂了，手里的烧火棍又一次落下，砸在夏平安的后背。夏平安闷哼一声，感觉五脏六腑都像是被震移了位置，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积攒了10几年的委屈和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他撑着地面想要爬起来，嘶哑着嗓子朝着大伯和婶子嘶吼。他说自己没有偷肉，从来都没有偷过家里的任何东西。这么多年，他在这个家里当牛做马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干活，直到深夜才能休息，吃的是冷粥咸菜，住的是漏风的破屋，可他从来没有半句怨言。他说大伯和婶子才是真正的恶人，在他爹娘意外离世后，不念及半分亲情，霸占了他爹娘留下的房子和田地，把他当成下人一样使唤。这10几年，他受的苦比山还重，比海还深。他爹娘留下的家产本该有他的一份，可大伯和婶子却全部据为己有，连一口饱饭都舍不得给他吃。现在不过是一块肉，他们就对他大打出手，还有没有半点良心？这番话像一颗炸雷，在大伯和婶子耳边响起，两人瞬间愣住了，脸上的愤怒僵住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和心虚。他们从来没想过，这个一直逆来顺受、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孩子，竟然会敢当众揭穿他们的所作所为，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胆子。
他们霸占夏平安爹娘的家产，心里本就有鬼，被夏平安这么直白的说出来，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愣神不过片刻，羞愤便取代了心虚。婶子觉得自己的脸面被夏平安踩在了脚底下，怒吼着说夏平安是在血口喷人，说他爹娘走得早，是他们好心收留了他，不然他早就饿死在街头了。房子和田地不过是暂时替他保管，等他长大了自然会还给他。现在他竟然反过来咬他们一口，真是养虎为患。大伯也回过神来，脸色更加阴沉，他觉得夏平安翅膀硬了，敢顶嘴了，今天必须好好收拾他，不然以后就管不住了。大伯上前一步，一脚踹在夏平安的胸口，夏平安整个人被踹出去好几步，重重的撞在冰冷的墙壁上，一口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，溅在墙壁上，留下一片刺目的红。堂兄见状，也上前对着夏平安拳打脚踢，拳头和脚落在夏平安的身上和头上，每一下都用尽了全力。堂弟也在一旁不停地踢着夏平安的腿，嘴里依旧骂骂咧咧。婶子手里的烧火棍更是像雨点一样落在夏平安的身上，他一边打一边骂，说要打死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让他知道忤逆长辈的下场。夏平安蜷缩在地上，双手抱着头，只能被动地承受着这一切，疼痛已经让他快要失去意识，耳边只有大伯一家的咒骂声和拳头落在身上的闷响。他的意识渐渐模糊，最后眼前一黑，彻底晕了过去。直到夏平安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，像个破布娃娃一样，大伯和婶子才停下手。婶子看着地上不省人事的夏平安，还不解气地吐了一口唾沫，说他是活该，要是再敢顶嘴，下次就直接把他赶出去，让他去喝西北风。大伯看了一眼地上的夏平安，眉头皱了皱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转身走回了堂屋，仿佛地上躺着的不是他的亲侄子，而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堂兄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一脸不屑，堂弟也蹦蹦跳跳的跟着走了。只有堂妹趁着所有人都离开，偷偷的走到夏平安身边，蹲下来轻轻抚摸着夏平安身上的伤痕，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夏平安的脸上，嘴里小声的喊着平安哥，声音里满是心疼和无助。婶子回到堂屋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夏平安一向胆小怕事，怎么可能敢偷肉？而且那块肉是他特意留出来给堂兄补身体的，藏的也不算隐蔽。堂妹平日里就和夏平安走得近，又心善，想来想去，婶子便猜到了，肉应该是堂妹偷偷给夏平安的。婶子顿时火冒三丈，觉得自己的女儿胳膊肘往外拐，竟然帮着一个外人欺负家里人。她怒气冲冲地走到堂妹身边，一把揪住堂妹的耳朵，厉声质问她是不是她把肉偷偷给夏平安的。堂妹被婶子揪着耳朵，疼得眼泪直流，却还是咬着牙不肯承认。婶子见她嘴硬，下手更重了，还扬言要把她关起来，不让她吃饭，直到她承认为止。堂妹实在熬不住婶子的逼问和拉扯，最后只能点了点头，承认肉是她给的。婶子见她承认了，更是怒不可遏，当即就罚堂妹跪在堂屋的祖宗牌位前，还说今晚和明天都不准她吃饭，让她好好反省反省，看看以后还敢不敢帮着外人。堂妹就这样跪在冰冷的地面上，饿着肚子，心里却时时刻刻惦记着躺在房间里的夏平安。她不知道夏平安怎么样了，有没有醒过来，身上的伤痛不疼，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夏平安能平安无事。而夏平安的房间里一片死寂，冰冷的空气里夹杂着淡淡的血腥味和肉香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夏平安才缓缓醒过来，意识回笼的瞬间，全身的剧痛便席卷而来，每动一下都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扎着骨头。他想要坐起来，可试了好几次，都因为身体的疼痛失败了，最后只能躺在冰冷的床板上，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，真正是下不来床了。他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从昨天杀猪到现在，他只喝了几口野菜汤，根本填不饱肚子，现在又挨了一顿毒打，身体虚弱到了极点，饥饿感和疼痛感交织在一起，让他觉得生不如死。他想喊人，想要求一口吃的，可他知道大伯一家根本不会管他的死活，堂妹又被惩罚了，连自己都顾不上，根本没办法来帮他。就在他饿得眼前发黑，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他的手无意间摸到了藏在棉衣内侧的黄葫芦，那葫芦依旧是1寸大小，温润的触感从指尖传来，让他混乱的意识清醒了几分。他想起了这葫芦的神奇，想起了葫芦里甘甜的水，现在他走投无路，只能寄希望于这葫芦了。夏平安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将葫芦从棉衣里掏出来，放在嘴边，轻轻抿了一口，葫芦里的水依旧甘甜，顺着喉咙滑进肚子里，一股温热的暖流瞬间从喉咙蔓延到全身，原本干涩的喉咙变得滋润起来，饥饿感也稍稍得到了缓解。他又多喝了几口，这一次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醇厚的能量从肚子里散开，缓缓流进4肢百骸，滋润着他受损的经脉和皮肉。那股能量温和却又充满力量，原本钻心的疼痛在这股能量的滋润下渐渐减轻，身上的伤痕仿佛在被一点点修复，原本虚弱无力的身体也慢慢有了一丝力气。这哪里是普通的水，这简直就是灵丹妙药。夏平安心中又惊又喜，他靠在床板上，慢慢喝着葫芦里的水，感受着身体的变化，每喝一口，身体就舒服一分。那股温热的能量一直在他的身体里流转，修复着他的伤。就这样，夏平安喝了好几口葫芦里的水，直到身体不再那么难受，有了些许力气，才停下。他将葫芦小心翼翼地塞回棉衣内侧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如果不是捡到这个黄葫芦，他今天恐怕真的就要死在大伯一家的拳打脚踢之下。这个葫芦就是他的救命恩人。一夜过去，窗外的天渐渐亮了，冬日的阳光透过破旧的窗户纸，照进狭小的房间里，洒下几缕微弱的光。夏平安缓缓睁开眼睛，只觉得神清气爽，身上的疼痛已经消失了大半，虽然还有些酸痛，但已经能勉强坐起来了。
甚至还能慢慢下床走路。这要是放在平时，挨了这么重的打，起码要躺个10天半个月。可现在不过1夜的时间，他就恢复了大半。这葫芦里的水实在是太神奇了。他刚站稳脚步，目光就被床后的景象吸引了。原本在床后生长的4株禾苗，竟然已经完全成熟了。稻穗长得粗壮饱满，金黄的稻粒紧紧地簇拥在一起，沉甸甸的压弯了稻杆，在微弱的阳光下散发着淡淡的光泽，空气中还夹杂着一丝清新的稻香。这才短短几天的时间，从干瘪的种子发芽到长成禾苗，再到成熟，生长速度快得超乎想象，而且还是在这没有阳光、没有肥沃土壤的房间里。这一切都是葫芦里的水的功劳。夏平安心中大喜，他快步走到床后，小心翼翼地摘下一株稻穗，搓掉稻壳，露出圆润饱满的稻粒，稻粒晶莹剔透，和普通的稻谷截然不同。他忍不住拿起几颗稻粒，放进嘴里嚼了嚼，稻粒入口即化，一股清甜的味道在嘴里散开。紧接着，一股精纯的力量瞬间从嘴里涌入身体，顺着经脉流遍全身。原本还有些酸痛的身体，瞬间充满了力量，精神也变得更加饱满，仿佛有用不完的劲。这稻谷竟然也和葫芦里的水一样，蕴含着神奇的力量。夏平安又嚼了几颗，感受着身体里不断涌现的力量，心中激动不已。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从捡到这个黄葫芦开始就彻底改变了。他小心翼翼地将4株稻穗的稻谷都收了起来，装进一个小布袋子里，藏在床板底下。这可是他的宝贝，绝不能让大伯一家发现。收拾好稻谷，夏平安便走出了房间。他的脸色虽然还有些苍白，但精神状态已经好了很多，走路也稳稳当当的。婶子看到夏平安竟然能下床走路了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。他以为夏平安起码要躺上几天，没想到他恢复得这么快。不过他也没多想，只当是夏平安皮糙肉厚耐打，依旧是一脸的嫌弃，对着夏平安颐指气使，让他赶紧去挑水喂猪，别杵在那里碍眼。夏平安没有理会婶子的嘲讽和白眼，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，便拿起水桶去挑水了。经过葫芦水和稻谷的滋养，他的力气比以前大了很多。以前挑半桶水都觉得费劲，现在挑着满满2桶水，竟然健步如飞，一点都不觉得累，这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夏平安依旧像往常一样，每天早早起来干活，挑水、喂猪、烧火做饭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。大伯一家依旧对他冷嘲热讽，处处刁难，可夏平安却毫不在意，他只是默默忍受着。一边干活，一边偷偷用葫芦里的水滋养身体，吃几颗成熟的稻谷补充力量。他的身体越来越强壮，力气也越来越大，整个人的气质也慢慢发生了变化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唯唯诺诺，眼神里多了几分坚定和自信。又过了一天，临近中午的时候，村里来了一个老乞丐。老乞丐头发花白，乱糟糟的像一团茅草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皮肤黝黑，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单衣，上面打满了补丁，脚下踩着一双露着脚趾的草鞋，手里拿着一根拐杖，背上背着一个破布包，看起来十分可怜。老乞丐走到大伯家门口，停下了脚步，对着院子里的大伯一家拱了拱手，声音沙哑地说自己是路过此地，天寒地冻的，想要讨一口吃的，顺便借宿一晚，等明天天一亮就走。婶子看到老乞丐，脸上立刻露出了嫌恶的表情，她捂着鼻子，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，对着老乞丐厉声呵斥，说老乞丐是个叫花子，脏不拉几的，别站在他家门前，晦气，还说家里没有多余的吃的，让他赶紧滚，不然就放狗咬他。大伯也皱着眉头，对着老乞丐挥了挥手，让他赶紧走，不要在这里耽误他们吃饭。堂兄和堂弟更是一脸的不屑，对着老乞丐指指点点，嘴里还说着难听的话，让他有多远滚多远。老乞丐看着大伯一家冷漠的嘴脸，脸上闪过一丝落寞，却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缓缓转过身，想要离开。就在这时，夏平安从院子里走了出来。他刚挑完水回来，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。他看着老乞丐瘦弱的身影，想起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，心中生出一丝怜悯。他知道挨饿受冻的滋味有多不好受，也知道被人嫌弃的滋味有多难堪。大伯一家的所作所为，让他心里很不舒服。夏平安快步走到老乞丐身边，对着老乞丐笑了笑，轻声说：“老人家，您别介意，他们就是这样的性子。不嫌弃的话，就留在我这里吧，我这里有吃的，也能让您凑合住一晚。”说完，他便领着老乞丐走向自己的破屋，丝毫不在意大伯一家投来的异样目光和婶子的怒骂声。婶子见夏平安竟然敢把一个老乞丐领回家，气得跳脚，骂夏平安是个傻子，竟然把一个脏叫花子领进家里，还说要把夏平安和老乞丐一起赶出去。可夏平安却充耳不闻，只是扶着老乞丐慢慢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夏平安的房间虽然简陋，却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他给老乞丐搬了一把破旧的椅子，让老乞丐坐下，又倒了一碗葫芦里的水递给老乞丐，说：“老人家，您先喝点水暖暖身子，我去给您弄点吃的。”老乞丐接过水碗，喝了一口，眼中瞬间闪过一丝金光。他看着夏平安，目光变得深邃起来，不再像刚才那样浑浊。只是他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说了一声谢谢。夏平安转身出去，偷偷拿出自己藏起来的稻谷，又煮了一点野菜粥，把稻谷和野菜粥放在一起，端给了老乞丐。老乞丐吃了一口粥，又吃了几颗稻谷，眼中的金光更甚。他放下碗筷，看着夏平安，缓缓开口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这水和稻谷不一般。”夏平安闻言，心中一惊，他没想到老乞丐竟然能看出端倪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老人家，实不相瞒，这水是从一个黄葫芦里倒出来的，这稻谷也是用这葫芦里的水浇灌出来的。这葫芦是我偶然捡到的，似乎有一些神奇的力量。”老乞丐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果然如此，小伙子，你倒是好运气，捡到了一件宝贝啊。”随后，老乞丐便告诉了夏平安真相。
他说自己并不是什么普通的老乞丐，而是灵月宗的一名道士，法号玄清。此次下山是为了历练修行，体验人间百态，所以才装扮成了乞丐的样子。他说夏平安捡到的这个黄葫芦是一件先天灵宝，名为聚灵葫芦。葫芦里的水并不是普通的水，而是聚灵葫芦吸收天地灵气转化而成的灵液。这灵液蕴含着精纯的天地灵气，不仅能滋养身体、修复伤势，还能提升人的体质，辅助修行。而用这灵液浇灌出来的作物会汲取天地灵气，吸收灵液中的力量，从而变成灵药妙材，蕴含着浓郁的灵气，吃了之后能增强修为，提升力量。夏平安吃的那些道物就是最低阶的灵药妙材。玄清道长还说，聚灵葫芦已经认夏平安为主了，这是缘分，聚灵葫芦择主而逝，只有心地善良、福缘深厚的人才能得到他的认可，旁人就算得到了，也无法发挥他的半点功效，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占为己有。这聚灵葫芦本就该属于夏平安。夏平安听着玄清道长的话，彻底惊呆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偶然捡到的一个普通黄葫芦，竟然是一件先天灵宝，还有这么大的来头。他的心中充满了震惊和喜悦，同时也对玄清道长充满了感激，感激他告诉自己这一切。玄清道长看着夏平安，笑着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根骨齐家，心地善良，又有聚灵葫芦相助，是个修行的好苗子。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随我上山修行，踏入修仙之路？”夏平安闻言心中一动，修仙之路，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这些年他在大伯家受尽了委屈，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，他早就想离开这个地方了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。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摆在他面前，他可以离开大伯家，踏上修仙之路，拥有强大的力量，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对自己好的堂妹，他怎么可能不愿意？夏平安当即就对着玄清道长跪了下来，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。弟子夏平安愿意跟随师傅修行，恳请师傅收我为徒。玄清道长见状，哈哈大笑，连忙将夏平安扶了起来，说：“从今日起，夏平安就是我灵月宗的弟子了，他会倾尽全力教你修行。”就在这时，堂妹偷偷地走到了房间门口，她听说夏平安领了一个老乞丐回家，心里放心不下，便偷偷跑过来看一看，刚好听到了夏平安和玄清道长的对话。她站在门口，睁着大大的眼睛，好奇地看着玄清道长，又看了看夏平安，小脸满是疑惑。玄清道长的目光落在堂妹身上，原本带着笑意的脸瞬间变得严肃起来。他站起身，走到堂妹面前，仔细地打量着堂妹，手指轻轻搭在堂妹的手腕上。片刻之后，玄清道长的脸上露出了震惊的神色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极品双灵根，竟然是千年难遇的极品双灵根，真是天助我灵月宗，天助我灵月宗啊！”玄清道长的声音里充满了激动，他活了几百岁，见过无数的修行者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纯粹的极品双灵根。这种灵根不同于普通的双灵根，修行速度不降反增，1日千里，是万中无一的修仙奇才，只要好好培养，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。他看着堂妹，笑着问她叫什么名字。堂妹怯生生地摇了摇头，说自己没有名字，家里人都只是喊她丫头。夏平安闻言，心中一阵酸涩。堂妹长到7岁，竟然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。大伯一家从来没有真正在意过她。玄清道长摸了摸堂妹的头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给你取一个名字吧。你天生极品双灵根，与灵结缘，又生在冬日，恰逢禾苗成熟，便叫夏灵禾吧。灵是灵气的灵，禾是禾苗的禾。希望你能像禾苗一样，在灵气的滋养下茁壮成长，将来成为一名厉害的修仙者。堂妹听到自己有名字了，还是这么好听的名字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她看着玄清道长，又看了看夏平安，小声地喊了一声灵禾。夏灵禾这个名字她喜欢极了。她对着玄清道长鞠了一躬，脆生生地说：“谢谢道长爷爷。”玄清道长哈哈大笑：“不用谢，从今往后你就和平安一起跟着我上山修行，我会一起教你们，将来你们兄妹2人必定会成为修仙界的佼佼者。”夏平安听到师傅给堂妹取了名字，还愿意收堂妹为徒，心中大喜。他终于可以带着堂妹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家，一起踏上修仙之路，再也不用受大伯一家的欺负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夏平安依旧在大伯家干活，只是他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大伯一家依旧对他冷嘲热讽，处处刁难。堂兄更是因为之前夏平安顶嘴的事情，一直怀恨在心，总想找机会教训夏平安一顿，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。这些天，夏平安一直在用聚灵葫芦的灵液修行，又吃了不少用灵液浇灌的稻谷，修为提升得很快，力气也变得越来越大，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欺负的少年了。终于，矛盾还是爆发了。这天，夏平安挑完水回来，刚走进院子，堂兄就故意挡在他的面前，一脸不屑地看着他，说：“夏平安最近倒是挺神气的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，敢和家里人顶嘴，还敢领一个脏叫花子回家？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谁才是这个家里的老大。”
说完，堂兄便挥起拳头，朝着夏平安的胸口砸来。这一拳带着劲风，力道极大，若是换做以前的夏平安，根本避不开，只能硬生生承受。可现在的夏平安早已今非昔比，他看着堂兄挥来的拳头，眼神平静，不闪不避。等到拳头快要落在他胸口的时候，他才缓缓抬起手，一拳迎了上去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两拳相撞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夏平安的拳头上传出。堂兄只觉得自己的拳头像是砸在了一块坚硬的石头上，骨头仿佛都要碎了，剧痛瞬间蔓延全身，他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向后飞去，重重地撞在院子的墙壁上，镶嵌在墙壁里，动弹不得，嘴里发出痛苦的哀嚎声。这一幕让院子里的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大伯和婶子瞪大了眼睛，嘴巴张得老大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堂弟更是吓得躲在婶子身后，瑟瑟发抖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一直被堂兄随意欺负的夏平安，竟然变得这么厉害，一拳就把堂兄打得镶在了墙上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堂兄在县城的正武堂习武多年，一拳能打死一头牛，在村里也是出了名的力气大。可现在竟然被夏平安一拳打成了这样，夏平安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，大到让他们无法接受。婶子反应过来，尖叫着跑到墙壁边，想要把堂兄从墙上拉下来，可堂兄被嵌在墙壁里，根本动弹不得，只能不停地哀嚎。他的武道路因为这一拳彻底被打断了，从此以后别说一拳打死一头牛，恐怕连普通的农活都干不了了。大伯看着眼前的景象，脸色煞白。他知道夏平安已经不是他们能掌控的了，这个他们欺负了10几年的孩子，已经真正的长大了，拥有了他们无法抗衡的力量。婶子看着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堂兄，又看着一脸平静的夏平安，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后悔。他后悔当初不该那么欺负夏平安，后悔不该霸占夏平安爹娘的家产，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大伯一家的希望原本都寄托在堂兄身上，指望堂兄将来习武有成光宗耀祖，可现在堂兄的武道路被打断了，他们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堂弟身上，指望堂弟能好好读书，将来考取功名。可堂弟平日里娇生惯养，好吃懒做，根本不是读书的料，这希望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。而夏平安在打完这一拳后便转身走到门口，玄清道长和夏灵河就站在那里。玄清道长看着夏平安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他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人。夏平安不仅根骨齐家，心性也坚定，是个可塑之才。玄清道长对着夏平安点了点头，平安灵河，我们该走了。夏平安点了点头，看了一眼院子里的大伯一家，眼神里没有半分留恋，只有淡淡的冷漠。他牵着夏灵河的手，跟在玄清道长身后，一步步走出了这个他生活了10几年的地方，走出了这个充满了痛苦和屈辱的家，朝着灵月宗的方向走去，踏上了属于他们的修仙之路。一路上，玄清道长一边走一边给夏平安和夏灵河讲解修仙界的事情。想要成为一名强大的修仙者，不仅需要天赋和机缘，还需要不懈的努力和坚持。夏平安和夏灵河听得津津有味，心中对修仙界充满了向往。他们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好好修行，将来成为一名厉害的修仙者。不知走了多少天，翻了多少座山，过了多少条河，他们终于来到了灵月宗的山门。灵月宗坐落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之上，山峰云雾缭绕，仙气飘飘，风景十分秀丽。只是山门看起来却十分破旧，没有想象中的宏伟壮观，甚至还有些荒凉。走进灵月宗，夏平安和夏灵河才发现，灵月宗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破旧。宗门里的建筑大多都年久失修，墙壁斑驳，屋顶漏雨，看起来十分萧条。玄清道长看着两人诧异的表情，笑着说：“灵月宗曾经也是修仙界的大宗门，鼎盛时期，弟子上千，高手如云。只是后来经历了一场大变故，宗门受损严重，弟子也大多离散，只剩下寥寥数人。不过好在灵月宗的传承还在，宗门的修行功法虽然难学，但上限极高，只要能学会，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。”玄清道长带着夏平安和夏灵河走进宗门的大殿，大殿里已经站着4个人，2男2女，看起来都是20岁左右的年纪。他们看到玄清道长回来，都恭敬地走上前，喊了一声师傅。玄清道长点了点头，对着4人介绍道：“这2个孩子，夏平安和夏灵河，是你们的小师弟和小师妹，从今往后你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要互相照顾，互相扶持。”4位师兄师姐闻言都笑着点了点头，对着夏平安和夏灵河表示欢迎。大师兄林峰性格沉稳，为人正直；二师兄莫尘性格开朗，风趣幽默；三师姐苏清月温柔善良，貌美如花；四师姐叶灵溪活泼可爱，古灵精怪。他们4人都十分热情，拉着夏平安和夏灵河的手问长问短，还带着他们参观宗门，给他们安排住处，丝毫没有因为他们是新来的而有半分嫌弃，对他们极好。夏平安和夏灵河看着4位热情的师兄师姐，心中充满了温暖。在这个陌生的修仙宗门里，他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和温暖，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。玄清道长开始教夏平安和夏灵河修行，他先给了夏平安一本灵月宗的核心功法青云诀，这本功法就是玄清道长说的难学但上限极高的功法，很多修行者都因为无法入门而放弃。可夏平安修炼起来却异常顺利，因为夏平安有聚灵葫芦的灵液相助，灵液中蕴含着精纯的天地灵气，能辅助他感悟功法的真谛，而且他的根骨本就齐家，与青云诀无比契合，这功法竟意外的适合他。夏平安每天都在自己的房间里修行，一边运转青云诀，一边喝聚灵葫芦里的灵液，灵液中的灵气源源不断的涌入他的体内，被他转化为自身的修为。他的修行速度1日千里，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成功踏入了炼气1层，这让玄清道长和4位师兄师姐都震惊不已，直呼他是修仙奇才。
而夏灵河因为是极品双灵根，修行速度更是惊人。只是玄清道长暂时还没有找到适合他的功法，灵月宗现有的功法都无法发挥他极品双灵根的全部潜力。玄清道长看着夏灵河的修行速度，心中既高兴又着急。他知道必须尽快找到适合夏灵河的功法，不然会耽误他的修行。思来想去，玄清道长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他要亲自下山去为夏灵河寻找适合的功法。他把夏平安和夏灵河叫到身边，还有4位师兄师姐，对着他们说，他要下山一段时间，去为灵河寻找适合的功法。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，让大师兄林峰暂时掌管宗门事务，让4位师兄师姐好好照顾夏平安和夏灵河，也让夏平安和夏灵河好好修行，不要懈怠。夏平安和夏灵河闻言，虽然心中不舍，但也知道师傅是为了灵河好，便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师傅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好好修行。等师傅回来。”4位师兄师姐也纷纷表示，一定会照顾好小师弟和小师妹，管好宗门事务，让师傅放心。玄清道长点了点头，又叮嘱了几句，便收拾好行装，离开了灵月宗，朝着山下走去。看着师傅离去的背影，夏平安和夏灵河相视一眼，眼中都充满了坚定。他们知道，师傅为了他们付出了很多，他们一定不能辜负师傅的期望，要好好修行，早日成为一名强大的修仙者，将来重振灵月宗，让灵月宗恢复往日的辉煌。玄清道长下山之后，灵月宗的日子便归了大师兄林峰主持。山间的晨雾还未散去时，林峰便会站在宗门的炼气瓶上，等着夏平安和夏灵河，还有另几位师兄师姐齐聚。炼气瓶不过是一块被磨得光滑的青石板空地，边缘生着些不知名的野草，风一吹便轻轻晃荡。可这却是灵月宗所有人修行的地方。夏平安每日天不亮便起身，先是运转3遍青云诀，将聚灵葫芦的灵液含上一口，让精纯的灵气顺着经脉游走全身，待灵气在丹田内凝练成缕，便走到炼气瓶上，跟着大师兄练习基础的吐纳和拳脚功夫。大师兄林峰的修行早已到了筑基中期，他的拳脚看似平淡，每一招每一式却都蕴含着修仙者的灵气。出拳时带起的风，能将瓶边的野草吹得贴在地面。夏平安看得仔细，跟着一招一式的学，聚灵葫芦的灵液滋养着他的经脉，让他的身体对灵气的感知愈发敏锐。不过短短10日，便将基础的拳法练得炉火纯青，出拳时也能带着淡淡的灵气波动，看得二师兄墨尘连连啧舌，说这修仙的天赋，怕是整个修仙界都找不出几个。夏灵河虽还没有适合的功法，却也不曾懈怠，每日跟着3师姐苏清月学习认灵草变灵气。苏清月擅长炼丹，身边总放着一个小小的丹炉，她教夏灵河如何感受天地间不同属性的灵气，如何分辨草木中的灵韵。夏灵河本是极品双灵根，对灵气的感知本就远超常人，不过几日便能准确说出山中10几种常见灵草的名字和用处，甚至能感受到灵草中微弱的灵气流动。苏清月抱着夏灵河的小脑袋，笑着说：“灵月宗以后，怕是要出一位炼丹奇才了。”4师姐叶灵犀最是活泼，待玄清道长走后，便总拉着夏平安和夏灵河去灵月宗后的山林里转悠。山林中多有低阶的妖兽，不过是些开灵智不久的野兔和珊瑚，偶尔也会遇到些带着微弱煞气的野狼。叶灵犀的修为在筑基初期，对付这些低阶妖兽绰绰有余。他便教夏平安和夏灵河如何运用灵气御敌，如何躲避妖兽的攻击。夏平安跟着叶灵犀练了几次，便敢独自面对一头低阶的野狼，运转青云诀将灵气聚在拳头，一拳便能将野狼打成渣。夏灵河虽还未正式修行功法，却能凭借着对灵气的敏锐感知，提前察觉妖兽的踪迹，拉着夏平安躲在树后，小小的身子藏在树干旁，眼睛滴溜溜的转，模样娇俏又机灵。平日里的宗门生活简单却又充实。清晨练气，晌午跟着大师兄处理宗门的琐碎事务，或是跟着二师兄墨尘擦拭宗门大殿里的祖师牌位。墨尘性子开朗，他排位时总爱讲些灵月宗往日的故事，说鼎盛时期的灵月宗炼气瓶能容下上百弟子同时修行，宗门的丹房里丹香飘满整座山峰，炼气房的火光日夜不息，只是一场大变故，让宗门凋零至此。墨尘说这些话时，脸上虽带着笑，眼底却藏着一丝落寞。夏平安听着，心中便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好好修行，将来和师父师兄师姐们一起，让灵月宗恢复往日的辉煌。傍晚时分，便是宗门众人的休憩时光。苏清月会在丹房里练些低阶的淬体丹，丹香飘出丹房，绕着破旧的宗门建筑转上一圈。叶灵犀便会拉着夏灵河去丹房蹭丹吃。淬体丹虽不起眼，却能滋养身体。夏灵河吃了，对灵气的感知便又敏锐几分。夏平安则会找一处僻静的石崖，坐在崖边，拿出聚灵葫芦，轻轻抿一口灵液，看着山间的云海翻涌，运转青云诀，让丹田内的灵气愈发醇厚。他的修为进步极快，不过1个月的时间，便从炼气1层突破到了炼气3层，丹田内的灵气凝练成团，运转时愈发顺畅。大师兄林峰检查他的修为时，眼中满是欣慰，说照这个速度，不出半年便能突破到炼气7层，甚至有望在1年内踏入筑基期。这在整个修仙界都是前所未有的速度。灵月宗的日子虽清苦，却处处透着温暖，没有大伯一家的冷嘲热讽，没有干不完的脏活累活，只有师兄师姐的悉心教导，只有夏灵河的欢声笑语。夏平安在这里真正感受到了家的滋味。他将聚灵葫芦贴身藏着，这不仅是他的机缘，更是他的底气，让他能一步步朝着修仙之路走去，能有能力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。只是平静的日子终究不会一直持续。灵月宗坐落在深山之中，山脚下有几个小村庄，村民们世代以耕种和打猎为生，平日里与灵月宗井水不犯河水，偶尔会有村民上山给宗门送些粮食和蔬菜。
换些苏清月炼的低阶丹药，治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，双方相处得十分和睦。可这一日，山下的李家村却出了事。一个村民跌跌撞撞地跑上山，衣衫褴褛，身上带着好几道伤口，脸上满是惊恐，跑到灵月宗的山门前瘫坐在地上，大声呼喊着求仙长救命。彼时夏平安正和大师兄林峰在炼气瓶上炼剑，听到山门外的呼喊，便跟着林峰快步走过去。二师兄莫尘、三师姐苏清月、四师姐叶灵溪也闻声赶来。夏灵河拉着苏清月的衣角，跟在最后面，小脸上满是担忧。林峰扶起瘫坐在地上的村民，运起一丝灵气渡入村民的体内，缓解他的伤势。村民缓过神来，哭着说山下来了一群土匪，足有上百人，个个手持刀枪，心狠手辣，不仅抢了村里的粮食和钱财，还打伤了不少村民，甚至放火烧了好几间房子。现在土匪还在村里肆虐，扬言要将附近几个村子都洗劫一空。村民们走投无路，才想起山上的灵月宗仙长，拼死跑上山来求救。林峰听完村民的话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灵月宗虽已凋零，却始终守着山下的一方百姓。玄清道长下山前也曾叮嘱过，若是山下百姓有难，灵月宗定要出手相助。莫尘捏紧了拳头，骂道：“这些土匪真是胆大包天，竟敢在灵月宗的眼皮底下作恶。”叶灵溪也拔出了腰间的佩剑，眼中满是怒火，说现在就下山，将这些土匪一网打尽。苏清月则拿出丹瓶，倒出几颗疗伤丹，递给村民，让他先服下，又检查了他的伤势，确认无性命之忧后，才看向林峰，等着大师兄拿主意。林峰看了一眼身边的师弟师妹，又看了看山下的方向，沉声道：“如今师父不在宗门，自己身为大师兄，便做这个主。今日我们便下山，赶走土匪，救下山下的百姓。”夏平安向前一步，沉声道：“大师兄放心，自己定不会拖后腿。”他的眼中满是坚定。这些土匪的所作所为，让他想起了大伯一家的蛮横霸道，想起了那些寄人篱下的日子。他深知被欺负、被逼迫的滋味，自然不会坐视不管。夏灵河也拉着林峰的衣角，小声说自己也想去，他能帮着感知土匪的踪迹。林峰看着夏灵河稚嫩的脸庞，又想起他远超常人的灵气感知能力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灵河便跟着三师姐，切不可离开三师姐半步。”众人商议已定，便简单收拾了一番。林峰将宗门的山门关好，苏清月带上了不少疗伤丹，叶灵溪背着佩剑，莫尘拿着一根铁棍，夏平安则将聚灵葫芦贴身藏好。运转青云诀，让灵气布满全身。一行人跟着村民朝着山下的李家村赶去。从灵月宗到李家村要翻过一座小山，走过一条蜿蜒的山路。平日里走这条路不过半个时辰，可今日众人心中焦急，脚下生风，不过1刻多钟，便看到了李家村的方向。远远的便能看到村里升起的浓烟，听到隐约的哭喊声和打骂声，空气中似乎还夹杂着一丝血腥味。林峰抬手让众人停下脚步。土匪人数众多，我们不可硬闯，先分头行动。莫尘，你带一部分灵气绕到村子后方，切断土匪的退路。灵溪，你和我正面牵制土匪的主力。清月，你带着灵河和平安去村里救助受伤的村民，顺便清理落单的土匪，切记安全第一，知道吗？众人齐声应下，便按照林峰的安排分头行动。苏清月牵着夏灵河的手，夏平安跟在一旁，三人绕到村子的侧面，从一处矮墙翻进了村里。村里已是一片狼藉，不少房屋被烧得焦黑，地上散落着破碎的桌椅陶罐，还有几具村民的尸体躺在地上，鲜血染红了地面，偶尔能看到几个受伤的村民躲在墙角瑟瑟发抖，低声哭泣。夏灵河看到这一幕，小小的身子忍不住发抖，紧紧地攥着苏清月的手。苏清月轻轻拍着他的背，安慰道：“灵河不怕，我们会救大家的。”说着便拿出疗伤丹，走到受伤的村民身边为他们疗伤。夏灵河则闭上眼睛，运转自己的灵气感知，片刻后睁开眼睛，说：“西边有2个土匪。”夏平安闻言，立刻朝着西边跑去。苏清月安顿好身边的村民，便牵着夏灵河跟了上去。夏平安循着夏灵河指引的方向快步奔去，脚下灵气轻漾，身形如箭般掠过满是狼藉的街巷。不过数息，便看到2名土匪正踹开一户村民的院门，一人手持长刀架在老妇脖颈上，另一人则在屋内翻箱倒柜，将村民家中仅有的几吊铜钱和一袋粮食胡乱塞进口袋，嘴里还骂骂咧咧，言语间尽是蛮横。老妇吓得浑身发抖，泣不成声，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完整。夏平安见此情景，心中怒火翻涌，丹田内灵气骤然运转，青云诀心法在体内急速流转，聚灵葫芦中溢散出的丝丝精纯灵气融入经脉，让他的力量愈发充盈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抬手便对着那名翻找财物的土匪拍出一掌，掌风裹挟着淡淡的灵气波动，带着破空之声直袭而去。那土匪正沉浸在搜刮的快意中，丝毫未察觉身后的动静，直到掌风临身，才惊觉不对，想要回身抵挡，却以为时已晚。只听砰的一声闷响，掌力结结实实打在他的后心。那土匪如遭重击，整个人向前扑出数尺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口吐鲜血，挣扎了几下便再也动弹不得，手中的粮食和铜钱散落一地。架着老妇的那名土匪听到动静，猛地回头，看到夏平安不过是个半大少年，眼中先是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即面露凶光，挥着长刀便朝着夏平安砍来。刀刃寒光闪闪，带着狠厉的杀气。夏平安眼神平静，身形微微一侧，轻松避开长刀的劈砍。那土匪一刀劈空，重心不稳，身形踉跄。夏平安抓住时机，反手一拳打在他的小腹之上。这一拳凝聚了他炼气3层的全部灵气，力道十足。那土匪瞬间弯下腰，双手捂着小腹，疼得蜷缩在地上，发出凄厉的哀嚎，手中的长刀哐当一声掉落在地，再也没有了作恶的力气。
夏平安上前一步，一脚将那名土匪踢翻在地，让他无法起身。随后转身扶起吓得瘫软的老妇，语气温和地告知老妇已经安全，让他躲进屋内不要出来。老妇连连对着夏平安磕头道谢，眼中满是感激的泪水。此时苏清月牵着夏灵河也赶到了，夏灵河看着地上哀嚎的土匪，小脸上没有丝毫惧色，反而对着夏平安点了点头，眼中带着一丝赞许。苏清月检查了老妇的情况，见其只是受了惊吓，并无大碍，便拿出一颗定神丹递给老妇，让其服下平复心绪。随后三人便继续在村中搜寻，救助受伤的村民，清理落单的土匪。夏灵河的极品双灵根对灵气的感知极为敏锐，哪怕土匪躲在屋中和墙角，也能被他精准察觉。他只需轻声告知方向，夏平安便能迅速赶到，以雷霆之势将土匪制服。夏平安的修为虽只是炼气3层，但有聚灵葫芦的灵液滋养，经脉宽阔，灵气精纯，再加上青云诀的精妙心法，出手间灵气运转自如，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普通土匪，简直是易如反掌。每一次出手都能一击制敌，没有任何土匪能在他手下走过一招。夏灵河虽未正式修炼功法，却能凭借对灵气的掌控，随手打出几道微弱的灵气弹，虽不足以重伤土匪，却能精准打在他们的手腕和膝盖等部位，让他们手中的兵器掉落。身形踉跄，为夏平安的出手创造机会。兄妹二人配合默契，一人感知定位，一人出手制敌。不过短短1刻钟，便在村子西侧清理了10余名落单的土匪，救下了20余名被困的村民。苏清月则跟在二人身后，一边为受伤的村民疗伤，一边将村民们集中到安全的房屋中，避免他们再次受到伤害。他的炼丹术极为精湛，手中的疗伤丹药效显著，那些受了皮外伤的村民服下丹药后，伤口便迅速止血愈合；即便是受了些内伤的村民，服下丹药后，也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得到缓解。另一边，林峰与叶灵犀正面牵制着土匪的主力，100余名山匪聚集在村子中央的空地上，为首的是一名满脸刀疤的壮汉，身形魁梧，手持一柄开山斧，身上带着一股凶戾之气，一看便是常年作恶的悍匪。林峰修为已是筑基中期，周身灵气萦绕，身形站在空地上如松如柏，仅仅是周身散发出的威压，便让不少土匪心生惧意，不敢轻易上前。叶灵犀修为虽只是筑基初期，却身法灵动，手中佩剑寒光凛冽，乃是一柄中品灵器。他身形一晃，便如一道残影般冲入土匪群中，佩剑挥舞，剑锋凌厉，每一次出剑都能带起一道淡蓝色的灵气剑芒。那些土匪被剑芒扫中，便会皮开肉绽，惨叫连连。叶灵犀的剑法精妙，灵动飘逸，在土匪群中穿梭自如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土匪们的刀枪根本碰不到他的衣角，反而被他斩杀击伤数十人。土匪群中顿时一片混乱。那刀疤脸匪首见自己的手下被接连斩杀，心中大怒，怒吼一声，挥舞着开山斧便朝着叶灵犀砍来。开山斧上带着一股蛮力，劈砍间带着破空之声，声势骇人。叶灵犀见状，身形轻盈一闪，避开开山斧的劈砍。开山斧重重砍在地上，将地面砸出一个深坑，碎石四溅。叶灵犀反手一剑刺向匪首的肩膀，匪首反应极快，抬手用开山斧格挡，当的一声脆响，剑斧相撞，火星四溅。叶灵犀只觉得手臂一阵发麻，身形微微后退。匪首见状，乘胜追击，挥舞着开山斧连连朝着叶灵犀劈砍，招招狠厉，势大力沉。就在此时，林峰身形一动，瞬间出现在叶灵犀身前，抬手一掌拍向匪首的开山斧，掌锋裹挟着浑厚的灵气，与开山斧相撞。匪首只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开山斧上传来，手臂一阵剧痛，开山斧险些脱手，整个人也被震得向后退了数步，心中满是震惊。他没想到眼前这个看似文弱的青年，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。林峰目光冰冷地看着匪首，冷声告知其竟敢在灵月宗的地界作恶，今日便是他们的死期。匪首心中虽有惧意，却依旧色厉内荏的怒吼，说自己手下有100余弟兄，不信林峰二人能挡得住。随后便挥手让身后的土匪一拥而上。林峰见状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，周身灵气骤然爆发，一股强大的威压席卷全场。那些冲上来的土匪瞬间被这股威压震慑，身形僵在原地，动弹不得，脸上满是惊恐之色。林峰抬手一挥，数道凝练的灵气匹链从掌心射出，朝着土匪群中飞去。灵气匹链所过之处，土匪们纷纷被击飞，摔在地上，非死即伤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不过片刻，100余名山匪便被林峰与叶灵犀收拾得七七八八。那些侥幸未受伤的土匪见大势已去，吓得魂飞魄散，纷纷丢下兵器，跪地求饶，哭着喊着求林峰二人饶命，说自己再也不敢作恶了。莫尘则绕到村子后方，切断了土匪的退路。他手持一根铁棍，看似普通，实则是一柄下品灵器。他的修为虽是筑基初期，却力大无穷。铁棍挥舞间，虎虎生风，那些想要从村子后方逃跑的土匪，尽数被他拦下。莫尘出手狠辣，毫不留情，一棍下去，便能将一名土匪打得骨断筋折。短短时间内，便有数十名想要逃跑的土匪被他制服，没有一人能从他手中逃脱。他站在村子后方的路口，如一尊铁塔般，让那些土匪望而却步，彻底断绝了他们逃跑的念头。不多时，整个李家村的土匪便被林峰等人尽数清理干净。那些跪地求饶的土匪被林峰下令绑了起来，交给村民们处置。村民们看着这些作恶多端的土匪，眼中满是怒火。
纷纷上前指责怒骂，随后便将这些土匪扭送到了附近的县衙，让官府依法处置。李家村的空地上到处都是土匪的尸体和散落的兵器和财物，村民们开始收拾残局，清理街道，救治受伤的亲人。虽然村子遭受了劫难，却因林月宗众人的出手，避免了更大的伤亡。村民们心中满是感激，纷纷来到林峰等人面前，跪地磕头道谢。林峰连忙扶起众人，告知众人林月宗本就有守护山下百姓的职责，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。随后又让苏清月拿出更多的疗伤单，分发给受伤的村民。莫尘和叶灵溪则帮村民们扑灭房屋的大火，清理散落的财物。夏平安和夏灵河也跟着一起帮忙，将村民们散落的粮食和财物一一归还。村民们看着林月宗众人忙前忙后，心中的感激愈发浓烈，纷纷表示要将家中最好的粮食和蔬菜送到林月宗，以报答众人的救命之恩。林峰推辞不过，便只好答应，让村民们只需稍作表示即可，不必太过破费。待到李家村的一切事宜都处理妥当，天已近黄昏，夕阳的余晖洒在满是狼藉却又渐渐恢复秩序的村子里，给这片土地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。林峰见村民们已无大碍，便下令众人返回林月宗。众人纷纷与村民们道别，村民们一路相送，直到村口，才恋恋不舍地停下脚步，望着林峰等人离去的背，不停挥手道谢。返程的路上，众人的心情都颇为轻松。此次下山除匪，虽过程有些惊险，却大获全胜，不仅救了山下的百姓，还让众人的实战能力得到了锻炼。夏平安走在队伍中，心中颇有感触。他想起了自己在大伯家的日子，那时的他弱小无助，只能任人欺负，而如今他拥有了修为，拥有了力量，能够保护自己，还能保护那些和他一样弱小的人。这种感觉让他心中充满了成就感，也更加坚定了他好好修行的决心。夏灵河牵着苏清月的手，小脸上满是兴奋。这是他第一次下山参与除匪，虽然没有直接与土匪正面交手，却用自己的能力为众人提供了不少帮助，感受到了帮助他人的快乐，眼中对修行的向往也愈发浓烈。林峰看着身边的师弟师妹们，眼中满是欣慰。夏平安的进步之快超出了他的预料。夏灵河虽未正式修行，却天赋异禀。几位师弟师妹齐心协力，配合默契，让他看到了林月宗重振辉煌的希望。莫尘和叶灵溪一路说说笑笑，讨论着此次除匪的经历，言语间满是畅快。苏清月则时不时看向夏平安和夏灵河，眼中带着温柔的笑意。众人脚下生风，运转灵气赶路，不过半个时辰，便来到了林月宗的山门前。往日略显破旧的山门，在夕阳的余晖下，竟显得多了几分庄严。就在众人准备推开山门进入宗门时，却意外地发现山门内的空地上正站着一道熟悉的身影。那身影身着道袍，须发花白，背着手站在那里，周身隐隐有灵气萦绕，正是下山为夏灵河寻找功法的玄清道长。众人皆是一愣，随即面露喜色，玄清道长竟然提前回来了。林峰率先走上前，对着玄清道长躬身行礼，其余众人也纷纷跟着行礼，口中喊着师父。玄清道长转过身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，目光扫过众人，最后落在夏平安和夏灵河身上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许。玄清道长先是询问众人此次下山除匪的经过，林峰便将山下李家村遭遇土匪洗劫，众人下山救援，齐心协力将土匪尽数清理干净，救下村民的事情一一告知，言语间没有丝毫夸大，只是如实讲述。玄清道长静静听着，不时点头。待林峰说完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，连声称赞众人做得好，说众人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不仅牢记了林月宗守护山下百姓的职责，还在实战中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。尤其是夏平安和夏灵河，年纪虽小，却在此次除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实属难得。玄清道长的目光落在夏平安身上，称赞他修为进步神速，小小年纪便已踏入炼气3层，且心性坚定，心怀善念，是个可塑之才。又看向夏灵河，揉了揉他的小脑袋，称赞他天赋异禀，对灵气的感知远超常人，在此次除匪中精准感知土匪踪迹，为众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。夏平安和夏灵河被师父称赞，脸上都露出了些许羞涩，纷纷低下头，心中却满是欢喜。随后玄清道长话锋一转，对着夏灵河招了招手，夏灵河连忙走上前，依偎在玄清道长身边。玄清道长从怀中拿出一本古朴的功法秘籍，秘籍封面泛黄，上面用篆书写着3个大字双灵诀，字体苍劲有力，隐隐有灵气波动散出。玄清道长告知众人，这本双灵诀乃是他此次下山历经千辛万苦，在一处上古修士的遗迹中寻得的。此功法专为极品双灵根修士所创，契合度极高，修炼此功法能将极品双灵根的天赋发挥到极致，修行速度1日千里，且功法的上限极高，远非灵月宗现有的功法所能比拟。玄清道长说，他在遗迹中寻得这本功法时，心中便知这是上天注定的缘分，这本双灵诀本就该属于夏灵河。夏灵河看着玄清道长手中的双灵诀，小脸上满是好奇和期待，伸出小手，小心翼翼地接过功法秘籍，入手微凉，一股淡淡的灵气从秘籍上传来，让他心中倍感亲切。他对着玄清道长深深鞠了一躬，脆生生地说了一声谢谢师父，眼中满是感激。玄清道长笑着点了点头，告知夏灵河，此功法虽精妙，却也颇为深奥，好在他天赋异禀，且对灵气的感知敏锐，修炼起来应当不会太过困难。带回去后，他会亲自指导他修炼此功法。众人看着夏灵河手中的双灵诀，眼中都满是羡慕，纷纷为夏灵河感到高兴。他们都知道，有了这本契合的功法，夏灵河的修行之路必将一片坦途。玄清道长看着众人欣喜的模样，又缓缓开口说，此次下山，他除了寻得双灵诀，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。
他告知众人，在寻得双灵诀的那处上古修士遗迹附近，他发现了一处隐藏的秘境。这处秘境被强大的阵法所笼罩，极为隐秘。若不是他偶然间触碰到了阵法的契机，根本无法发现。玄清道长说，他仔细探查过，这处秘境乃是上古时期一位大能修士所留，名为灵韵秘境。秘境之中灵气浓郁，远超外界，且生长着大量的天材地宝、灵草灵药，还有不少上古修士留下的功法灵气，甚至还有机缘感悟。对于修行者来说，乃是绝佳的历练之地。只是这处秘境也极为危险，内部不仅有强大的阵法禁制，还有不少因吸收秘境灵气而变得极为强悍的妖兽，修为最低的也有炼气后期，甚至还有筑基期乃至金丹期的妖兽，实力极为强悍，稍有不慎便会有性命之忧。玄清道长的话让众人心中皆是一惊，随即又满是向往。灵韵秘境中的机缘太过诱人，只是其中的危险也让人心生忌惮。玄清道长目光再次落在夏平安和夏灵河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他此次发现这处灵韵秘境，心中便有了一个想法，想要让夏平安带着夏灵河进入秘境之中历练一番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是一愣。林峰连忙上前，对着玄清道长躬身说道：“师父，灵韵秘境之中太过危险，平安师弟和灵河师妹年纪尚小，修为也尚浅。平安师弟不过炼气3层，灵河师妹更是尚未正式修炼功法。”让他们二人进入秘境，怕是太过凶险了。墨尘和叶灵犀也纷纷附和，说大师兄所言极是，秘境之中危机四伏，他们二人实在太过弱小，若是有个闪失，可如何是好？苏清月也面露担忧之色，看着夏平安和夏灵河，眼中满是不舍。夏平安和夏灵河也有些诧异，他们没想到师父会让他们二人进入那危险的灵韵秘境。玄清道长抬手示意众人安静，缓缓说道：“他自然知道灵韵秘境之中危险重重，也考虑到了平安和灵河的修为尚浅，可修行之路本就充满了艰险，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？若是一味的护着他们，不让他们经历历练，他们的修为永远无法真正提升，也无法成为真正的修仙者。”玄清道长说：“夏平安拥有聚灵葫芦这件先天灵宝。”葫芦中的灵液不仅能滋养身体、修复伤势，还能提供精纯的灵气，在秘境之中足以保障他的基本安全。且他修行青云诀，根骨齐佳，悟性极高，此次秘境历练必能让他的修为得到极大的提升，甚至有望突破到炼气后期。而夏灵河拥有极品双灵根，又得到了双灵诀这本契合的功法，只是尚未正式修炼。灵韵秘境之中浓郁的灵气，正是他开启修行的最佳契机。秘境中的机缘感悟，也能让他对修行有更深刻的理解。且有夏平安在身边保护，再加上聚灵葫芦的庇护，只要二人小心谨慎，必能在秘境中有所收获，平安归来。玄清道长又告知众人，他已经仔细探查过灵韵秘境的阵法，找到了一处相对安全的入口，且秘境的开启时间只有3个月，3个月后秘境便会再次关闭，下次开启不知要等到何时。此次机缘万万不可错过。他还说会给二人准备足够的定神丹、辟谷丹，还有几件下品灵器，以助二人在秘境中应对危险。林峰等人听着玄清道长的话，心中的担忧渐渐消散。他们知道师父考虑的极为周全，且师父的眼光一向独到。既然师父认为二人适合进入秘境历练，那必然有他的道理。夏平安看着玄清道长，眼中满是坚定。他知道师父这是为了他和妹妹好。修行之路本就没有捷径，唯有历经艰险，才能不断成长。他向前一步，对着玄清道长躬身行礼，沉声说道：“弟子愿意带着灵河进入灵韵秘境历练，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，定会小心谨慎，保护好灵河，在秘境中努力修行，争取有所收获。”夏灵河也从玄清道长身边走出，小脸上满是坚定，对着玄清道长躬身行礼，说自己也愿意和平安哥一起进入秘境，不怕危险，会好好修行。玄清道长见二人如此坚定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点了点头，说果然没有看错他们，二人的心性皆是修行的好苗子。随后玄清道长便让众人各自回去休息，明日一早便为夏平安和夏灵河准备进入秘境所需的物品，待一切准备妥当，便送二人进入灵韵秘境。众人纷纷应下，对着玄清道长行礼后，便各自返回了自己的住处。夏平安牵着夏灵河的手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房间依旧简陋，却干净整洁。夏灵河手中紧紧攥着那本双灵诀，小脸上满是期待。夏平安看着妹妹，摸了摸她的小脑袋，轻声告知她，此次进入秘境必定危险重重，让她一定要紧紧跟在自己身边，不可随意乱跑，一切都要听自己的安排。夏灵河重重的点了点头，说自己一定会听话，不会给平安哥添麻烦。兄妹二人坐在床边，一起翻看起双灵诀。虽然夏灵河尚未正式修行，很多内容都看不懂，但在夏平安的讲解下，也对这本功法有了初步的了解，心中对修行的渴望也愈发浓烈。次日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灵月宗的炼气瓶上便聚集了玄清道长和林峰等人。夏平安和夏灵河也早早的来到了炼气瓶，二人皆是一身劲装，背着简单的行囊，神色坚定，做好了进入灵韵秘境的准备。玄清道长早已为二人准备妥当了一切，他从怀中拿出2个储物袋，递给夏平安和夏灵河，告知二人，这2个储物袋皆是下品灵器，内有一方小空间，可以存放物品，极为方便。他说其中一个储物袋中放满了疗伤丹、定神丹、辟谷丹，还有几瓶聚灵葫芦的灵液，以及3把下品灵器长剑、2件下品灵器护身甲。这些物品足以让二人在秘境中应对各种危险。玄清道长又将一枚古朴的玉佩递给夏平安，告知他这枚玉佩名为破阵佩，乃是他从那上古修士遗迹中寻得的。此玉佩能感知秘境中的阵法禁制，还能化解一些低级的阵法，在秘境中能起到极大的作用。
他还叮嘱夏平安，聚灵葫芦乃是先天灵宝，一定要贴身藏好，不可轻易示人，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在秘境中，若是遇到无法抗衡的威胁，便立刻捏碎玉佩，他会感知到玉佩的气息，想办法前去救援。夏平安接过储物袋和破阵佩，小心翼翼地收好，对着玄清道长躬身行礼，沉声说道：“弟子定当牢记师父的叮嘱，保护好灵河，保护好聚灵葫芦，小心行事平安归来。”夏灵河也对着玄清道长躬身行礼，口中说着：“师父放心。”临终走上前，递给夏平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告知他这是自己整理的一些应对妖兽的技巧和基础的防身术，虽不算高深，却在实战中颇为实用，让他在秘境中好好研读，或许能派上用场。墨尘则拿出一柄重锤，递给夏平安，说这柄重锤乃是下品灵器，力大无穷，对付一些皮糙肉厚的妖兽极为有效，让他带在身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叶灵犀从怀中拿出一个小巧的香囊，递给夏灵河，说这香囊中装着他炼制的迷魂香，遇到妖兽时点燃迷魂香，能让低阶妖兽陷入昏迷，虽对高阶妖兽无效，却也能为二人争取逃跑的时间，让他贴身收好。苏清月则又拿出几瓶自己炼制的高阶疗伤丹，递给夏平安，说这些疗伤丹药效极强，能快速修复重伤，在秘境中若是遇到危险受伤，便立刻服下，让他一定要好好保管。看着师兄师姐们为自己和妹妹准备的一切，夏平安和夏灵河心中满是温暖，眼中泛起了些许泪光。他们对着林峰等人躬身行礼，口中连连道谢，说定不会辜负师兄师姐们的期望。林峰等人笑着点了点头，叮嘱二人在秘境中一定要小心谨慎，互相照顾，期待二人归来时能有巨大的进步。一切准备妥当，玄清道长便带着众人朝着灵月宗后山的方向走去。灵域秘境的入口便在灵月宗后山的一处山谷之中。众人一路前行，穿过茂密的树林，翻过陡峭的山崖，约莫1个时辰后，便来到了一处隐蔽的山谷前。这处山谷极为偏僻，四周古木参天，藤蔓缠绕。山谷入口被一层淡淡的光幕笼罩，光幕之上灵气流转，隐隐有阵法的纹路显现，若是不仔细看，根本无法发现这处山谷的异常。玄清道长告知众人，这层光幕便是灵域秘境的入口阵法，唯有通过他之前找到的契机，才能打开光幕进入秘境。随后，玄清道长抬手一挥，一道凝练的灵气射向光幕之上的一处隐秘节点。只见那处节点光芒一闪，光幕之上便出现了一道紧密空间通过的通道内灵气翻涌，隐隐能听到里面传来的妖兽嘶吼之声，让人心中生出一丝惧意。玄清道长看着夏平安和夏灵河，再次叮嘱道：“进入秘境后，二人一定要紧紧相依，小心行事。破阵佩会为二人指引安全的方向。聚灵葫芦的灵液不可轻易浪费，遇到危险，首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。若是实在无法抗衡，便立刻捏碎破阵佩，切不可逞强。”夏平安和夏灵河重重的点了点头，将玄清道长的叮嘱牢牢记在心中。兄妹二人相视一眼，眼中皆闪过一丝坚定，随后便并肩朝着光幕中的通道走去。在二人踏入通道的瞬间，玄清道长抬手一挥，一道灵气将通道稳固。林峰等人站在山谷口，目光紧紧跟随着二人的身影，眼中满是担忧和期待。夏平安和夏灵河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光幕之中，通道也缓缓闭合，恢复了原本的模样，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过。玄清道长看着闭合的光幕，轻轻叹了口气，眼中满是期许。他知道此次秘境历练对于夏平安和夏灵河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，也是一次绝佳的机缘，希望二人能在秘境中有所收获，平安归来。林峰等人也对着光幕深深鞠了一躬，心中默默祈祷二人能一切顺利。夏平安和夏灵河踏入光幕通道的瞬间，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周围的灵气疯狂翻涌，一股强大的吸力将二人向前拉扯，耳边传来阵阵呼啸之声，让二人有些头晕目眩。夏平安立刻紧紧抓住夏灵河的手，运转青云诀，将灵气凝聚在周身，抵御着周围的吸力和灵气的冲击。夏灵河也紧紧攥着夏平安的手，闭上眼睛，凭借着对灵气的感知，努力让自己的心神保持平静。约莫数息之后，二人只觉得脚下一稳，天旋地转的感觉消失不见，耳边的呼啸之声也戛然而止，周围恢复了平静。二人缓缓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这里便是灵域秘境，入目之处皆是郁郁葱葱的古木，古木高达数十丈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，阳光只能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。地面上长满了各种奇花异草，五颜六色，散发着淡淡的灵气，空气中的灵气浓度远超外界数倍，甚至数十倍。深深吸一口气，便能感觉到精纯的灵气涌入体内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夏平安和夏灵河皆是心中一惊，没想到灵域秘境之中的灵气竟然浓郁到了如此地步，这里果然是修行的绝佳之地。夏平安立刻拿出玄清道长给予的破阵佩，玉佩入手温热，上面隐隐有光芒闪烁，玉佩的顶端正朝着一个方向微微发亮。玄清道长曾说过，破阵佩发亮的方向便是秘境中相对安全的方向。夏平安牵着夏灵河的手，朝着破阵佩指引的方向走去，一边走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。秘境之中危机四伏，容不得丝毫大意。夏灵河也紧紧跟在夏平安身边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，时刻感知着周围的灵气变化。他的极品双灵根对灵气的感知极为敏锐，哪怕是一丝微弱的灵气波动，也能被他精准捕捉。二人走在茂密的树林中，脚下是厚厚的落叶，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周围静悄悄的，除了偶尔传来的鸟鸣声和虫鸣声，便只有二人的脚步声，显得格外静谧，却也透着一丝诡异。空气中弥漫着灵草灵药的清香，让人心神舒畅，却也暗藏危机，因为这些灵草灵药的周围往往会有妖兽守护。
二人走了约莫半个时辰，夏灵河突然停下脚步，拉了拉夏平安的衣角，小声告知夏平安，前方不远处有强烈的灵气波动，还有一股凶厉的气息，应该是有妖兽在附近。夏平安闻言立刻停下脚步，神色变得警惕起来。他缓缓运转灵气，将巨灵葫芦贴身攥在手中，小心翼翼地朝着前方望去。透过茂密的枝叶，夏平安看到前方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生长着一株通体雪白的灵草，灵草高约1尺，顶端开着一朵洁白的小花，花瓣上隐隐有灵气流转，散发着浓郁的灵气，正是一株极为珍贵的凝气草。凝气草能辅助炼气期修士凝练灵气，提升修为，对于炼气期的修士来说，乃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地宝。而在凝气草的旁边，正趴着一头体型庞大的妖兽，这头妖兽形似野狼，却比普通的野狼大上数倍，浑身覆盖着漆黑的毛发，毛发坚硬如铁，眼中闪烁着凶厉的光芒，口中露出锋利的獠牙，显得格外狰狞。正是一头炼气后期的黑风狼。黑风狼的嗅觉和听觉极为灵敏，实力强悍，速度极快，口中还能喷出黑色的锋刃，杀伤力极大，正是这株凝气草的守护者。夏平安心中暗道一声不好，没想到刚进入秘境，便遇到了炼气后期的妖兽。以他现在炼气3层的修为，想要抗衡这头黑风狼，怕是极为困难。夏灵河躲在夏平安身后，小脸上露出了一丝惧意，却依旧紧紧攥着夏平安的衣角，没有发出丝毫声响。夏平安轻轻拍了拍夏灵河的手，示意他不要害怕，随后便开始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，思考着应对之策。他知道自己不能硬拼，黑风狼的修为远高于自己，硬拼只会落得惨败的下场，只能智取。夏平安的目光扫过四周，发现黑风狼的身后有一处陡峭的悬崖，悬崖下方云雾缭绕，深不见底。若是能将黑风狼引到悬崖边，或许能有机会将其逼下悬崖。想到这里，夏平安心中有了主意，他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枚辟谷丹，用力朝着黑风狼左侧的方向扔去，辟谷丹落在地上，发出啪的一声轻响。黑风狼的听觉极为灵敏，立刻听到了声响，猛地抬起头，朝着辟谷丹掉落的方向望去，眼中闪过一丝警惕，随即便起身朝着那个方向走去，想要查看究竟。见黑风狼果然被引开，夏平安心中一喜，立刻牵着夏灵河的手，小心翼翼地朝着凝气草的方向快步走去，脚步放得极轻，生怕发出声响惊动黑风狼。二人很快便来到了凝气草的旁边，夏平安抬手想要摘下凝气草，就在此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愤怒的狼嚎。黑风狼发现自己被耍，心中大怒，猛地转身朝着二人扑来，眼中满是凶厉的光芒，速度极快，瞬间便来到了二人身后，张开血盆大口朝着夏平安的后背咬来，口中还喷出一道黑色的锋刃，直袭夏平安的后心。夏平安心中一惊，暗道不好，立刻拉着夏灵河向前扑倒，黑色的锋刃擦着夏平安的后背飞过，击中了旁边的一棵古木，古木瞬间被锋刃劈成2半，轰然倒地，木屑四溅，可见这锋刃的杀伤力之强。二人扑倒在地上，夏平安立刻起身，将夏灵河护在身后，从储物袋中拿出墨尘给予的下品灵气重锤，紧紧握在手中，丹田内灵气急速运转，青云诀心法全力开启，巨灵葫芦中溢散出丝丝精纯的灵气，融入他的经脉，让他的力量瞬间提升了不少。黑风狼见一击未中，心中愈发愤怒，再次朝着夏平安扑来，巨大的身躯带着一股劲风，是大力沉。夏平安目光冰冷，不退反进，握着重锤迎着黑风狼冲了上去。在黑风狼扑到身前的瞬间，他猛地抬手将重锤朝着黑风狼的脑袋砸去，重锤之上凝聚了他全部的灵气，带着破空之声，势大力沉。黑风狼眼中闪过一丝不屑，他认为眼前这个小小的炼气3层修士根本不可能对自己造成任何威胁，依旧悍然扑来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重锤结结实实砸在了黑风狼的脑袋上。黑风狼只觉得脑袋一阵剧痛，眼前金星乱冒，庞大的身躯瞬间被砸得向后退了数步，眼中满是震惊。他没想到这个看似弱小的人类竟然能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。夏平安也被黑风狼的蛮力震得手臂发麻，虎口隐隐作痛，身形微微后退，却依旧死死地盯着黑风狼，不敢有丝毫松懈。黑风狼被激怒了，眼中的凶厉之色更甚，他再次朝着夏平安扑来，速度比之前更快，口中连续喷出数道黑色的锋刃，朝着夏平安周身射来，封死了他所有的退路。夏平安见状，立刻运转灵气，身形灵动一闪，避开了数道锋刃，手中的重锤再次挥舞，朝着黑风狼的腹部砸去。腹部乃是黑风狼的弱点所在，黑风狼反应极快，猛地扭转身形，避开了重锤的攻击，随后用锋利的爪子朝着夏平安的胸口抓来。爪子上带着寒光，若是被抓中必定皮开肉绽。夏平安心中一凛，立刻侧身避开，爪子擦着他的胸口飞过，带起一阵劲风，将他的衣衫划破了一道口子。二人你来我往缠斗在一起。夏平安凭借着精妙的身法和巨灵葫芦的灵气加持，与黑风狼周旋，虽暂时未落下风，却也渐渐体力不支，灵气消耗极大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夏灵河躲在一旁，小脸上满是焦急，他想要上前帮忙，却又知道自己没有修为，上去也只是拖后腿，只能紧紧地盯着战局，时刻感知着周围的灵气变化，希望能为夏平安提供帮助。就在夏平安渐渐不知黑风狼的攻击愈发猛烈之时，夏灵河突然眼睛一亮，对着夏平安大声喊道：黑风狼的脖颈处红色毛发的地方，灵气波动最弱，是他的死穴。夏灵河的极品双灵根对灵气的感知极为敏锐，在二人缠斗的过程中，他清晰地发现黑风狼周身的灵气都极为浓郁，唯有脖颈处那圈红色毛发的地方，灵气波动极为微弱，显然是他的死穴所在。
夏平安闻言心中大喜，立刻将目光落在黑风狼脖梗处的红色毛发上。此时黑风狼正再次朝着他扑来，露出了脖梗处的死穴。夏平安抓住时机，将丹田内仅剩的所有灵气，再加上聚灵葫芦中瞬间溢散出的一股精纯灵气，尽数凝聚在重锤之上，猛地抬手，将重锤朝着黑风狼脖梗处的红色毛发砸去。这一击凝聚了他所有的力量，势在必得。黑风狼眼中闪过一丝惊恐，想要躲避，却已为时已晚。只听咔嚓一声脆响，重锤结结实实砸在了黑风狼的死穴之上。黑风狼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，庞大的身躯瞬间僵在原地，眼中的凶厉之色渐渐褪去，随后便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抽搐了几下，便再也动弹不得，彻底失去了生机。夏平安见黑风狼终于被斩杀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手中的重锤哐当一声掉落在地上，他双腿一软，险些瘫倒在地。刚才的缠斗耗尽了他体内几乎所有的灵气，身体也极为疲惫。夏灵河立刻快步跑到夏平安身边扶住他，眼中满是担忧，连忙从储物袋中拿出一瓶聚灵葫芦的灵液，递给夏平安。夏平安接过灵液，拧开瓶盖一饮而尽，精纯的灵气瞬间从喉咙涌入体内，顺着经脉流转，快速修复着他疲惫的身体，补充着他消耗的灵气。夏平安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，看着地上黑风狼的尸体，心中颇有感触。这是他第一次独自斩杀炼气后期的妖兽，虽然过程极为凶险，却也让他的实战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。随后夏平安走到凝气草的旁边，小心翼翼地将凝气草摘下放入储物袋中，这株凝气草对于他接下来的修行必将有极大的帮助。二人休息了片刻，待夏平安的身体完全恢复，便再次朝着破阵佩指引的方向走去。有了第一次斩杀妖兽的经历，二人更加警惕。夏灵河时刻感知着周围的灵气变化，夏平安则手持重锤，小心地探查着四周，不敢有丝毫大意。灵域秘境之中果然危机四伏，二人一路走来遇到了不少妖兽，有炼气中期的青纹蛇，炼气后期的烈焰虎，还有筑基初期的狮甲熊。这些妖兽实力强悍，性情凶厉，每一次相遇都伴随着一场激烈的厮杀。夏平安凭借着聚灵葫芦的灵液加持，以及青云诀的精妙心法，还有师兄师姐给予的各种灵气丹药，再加上夏灵河精准的灵气感知，总能在关键时刻找到妖兽的弱点，化险为夷，斩杀妖兽。在与妖兽的不断厮杀中，夏平安的实战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，灵气的运转也愈发熟练，修为也在不知不觉中稳步提升，渐渐朝着炼气4层迈进。夏灵河则跟在夏平安身边，一边感受着秘境中浓郁的灵气，一边翻看双灵诀。在浓郁灵气的滋养下，他对双灵诀的理解也愈发深刻，体内的灵气也渐渐开始凝聚，为正式修炼功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二人在秘境中行走了10余日，一路上斩杀了数十头妖兽，收集了大量的灵草灵药，有凝气草、洗髓草、聚灵花，还有不少连夏平安都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草。这些灵草灵药皆是外界难得一见的珍品，被二人小心翼翼地收进储物袋中。这10余日的历练让二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夏平安的身形愈发挺拔，眼神愈发坚定，周身的灵气波动也愈发浓郁，修为已然突破到了炼气4层，实力大增。夏灵河的小脸也褪去了些许稚气，眼神愈发灵动，对灵气的感知也愈发敏锐，体内的灵气已经凝聚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只差一个契机，便能正式开启双灵诀的修炼，踏入修行之路。二人的配合也愈发默契，夏灵河负责感知灵气，探查危险，寻找妖兽弱点，夏平安则负责出手斩杀妖兽，保护夏灵河。兄妹二人相依为命，在危机四伏的灵域秘境中，一步步朝着秘境深处走去。这一日，二人按照破阵佩的指引，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山谷前。这处山谷名为落霞谷，谷口云雾缭绕，灵气浓郁到了极致，甚至形成了淡淡的灵气云雾，吸入一口便让人感觉神清气爽，修为都隐隐有提升的迹象。破阵佩在来到谷口后，光芒变得愈发耀眼。显然，这落霞谷之中有着极大的机缘，却也暗藏着极大的危险。夏灵河感知着谷内的灵气变化，小脸变得凝重起来。平安哥，谷内的灵气波动极为复杂，有浓郁的灵草灵气，也有强大的妖兽气息，还有隐隐的阵法静止波动，里面的危险比我们之前遇到的都要大。夏平安点了点头，他也感受到了谷内的诡异。破阵佩的光芒虽耀眼，却也隐隐有一丝不安的波动传来。他看着身边的夏灵河，沉声说道：“灵河，落霞谷内必定危机四伏，你若是害怕，我们便绕开这里，继续朝着其他方向走。”夏灵河摇了摇头，小脸上满是坚定。我不怕，既然破阵佩指引我们来到这里，说明这里有我们需要的机缘，我们不能轻易放弃。而且有平安哥在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见夏灵河如此坚定，夏平安心中满是欣慰，他点了点头，说：“那我们便一起进去，小心行事，无论遇到什么危险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”随后二人便并肩朝着落霞谷内走去。踏入谷口的瞬间，一股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，让二人皆是精神一振。谷内的景象与外界截然不同，入目之处皆是五彩斑斓的灵草灵药，漫山遍野数不胜数，有高达数丈的灵树，也有小巧玲珑的奇花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灵草清香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。山谷的中央有一座巨大的石台，石台之上灵气翻涌，隐隐有宝光闪烁，显然那里便是落霞谷的机缘所在。然而在这仙境般的景象背后，却暗藏着致命的危险。二人刚踏入谷中，便感受到了数道强大的气息锁定了自己，这些气息皆是筑基期的妖兽，比他们之前遇到的狮甲熊还要强悍。
夏平安立刻将夏灵河护在身后，手持重锤，神色警惕地朝着四周望去。只见山谷的四周缓缓走出了4头体型庞大的妖兽，分别是一头筑基中期的金晶狮，一头筑基中期的碧水蟒，一头筑基中期的烈焰鹏，还有一头筑基后期的玄甲蜥。4头妖兽皆是筑基期的强悍存在，将2人团团围住，眼中闪烁着凶厉的光芒。显然他们是这落峡谷的守护者，不允许任何人染指谷中的机缘。夏平安的心中沉到了谷底，他没想到竟然一下子遇到了4头筑基期的妖兽，其中还有一头筑基后期的玄甲蜥。玄甲蜥的防御力极强，皮糙肉厚，刀枪不入，实力极为强悍。以他现在炼气4层的修为，哪怕是面对一头筑基初期的妖兽都极为吃力，更何况是4头筑基期的妖兽，其中还有一头筑基后期的。夏灵河躲在夏平安身后，小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惧意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4头妖兽身上散发出的强大威压，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金晶狮率先发出一声震天的狮吼，朝着2人扑来。庞大的身躯带着一股强大的威压，口中喷出一道金色的火焰，直袭2人。碧水蟒则扭动着巨大的身躯从侧面袭来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想要将2人吞入腹中，口中还喷出一道冰冷的水柱，带着刺骨的寒意。烈焰鹏振翅高飞，翱翔在天空之中，朝着2人俯冲而来，双爪带着寒光，还不时喷出一道道烈焰，封死了2人所有的退路。玄甲蜥则站在原地，周身凝聚着浓郁的土系灵气，厚厚的铠甲闪烁着金属的光泽。他虽未率先出手，却散发着强大的威压，时刻准备着给予2人致命一击。4头妖兽同时出手，攻势极为猛烈，天地间的灵气都为之翻涌，一股致命的危机笼罩着2人。夏平安知道此次怕是在劫难逃，可他不能放弃。他的身后还有妹妹夏灵河，他必须保护好妹妹，哪怕是拼上自己的性命，也不能让妹妹受到丝毫伤害。夏平安将丹田内的所有灵气尽数运转，巨灵葫芦中瞬间溢散出大量的精纯灵气，融入他的经脉，他的周身灵气暴涨。修为在瞬间竟隐隐有突破到炼气5层的迹象。他手持重锤迎着4头妖兽的攻击冲了上去，口中大喝一声，想要为夏灵河争取一丝逃跑的时间。他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是4头筑基期妖兽的对手，唯有拼死一战，才能让妹妹有机会逃离这里。夏灵河看着夏平安冲上去的背影，眼中瞬间蓄满了泪水。他知道平安哥这是想要以命相搏，为自己争取逃跑的机会。他想要喊住夏平安，想要和他一起并肩作战，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夏灵河体内的灵气突然疯狂翻涌，双灵诀的功法在心间自动运转，他的极品双灵根在这一刻被彻底激活，周身散发出淡淡的灵光，一股强大的灵气波动从他体内爆发出来。他竟在这生死危机的瞬间，正式踏入了修行之路，直接突破到了炼气1层。不仅如此，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道灵光，想起了玄清道长曾经说过的，极品双灵根能引动天地间的2种灵气相互融合，爆发出强大的力量。夏灵河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运转双灵诀，引动天地间的木系灵气和水系灵气，2种灵气在他的手中相互融合，形成了一道淡绿色的灵气屏障，挡在了2人身前。金晶狮的金色火焰，碧水蟒的冰冷水柱，烈焰鹏的烈焰，尽数落在了灵气屏障之上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却始终无法突破这道看似薄弱的灵气屏障。4头妖兽皆是一愣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他们没想到这个看似毫无修为的小女孩，竟然在瞬间真正的踏入了修仙路，还能引动2种灵气，形成如此强大的灵气屏障。夏平安和夏灵河相视一眼，眼中皆闪过一丝惊喜。他们没想到2人联手之下，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，就连筑基后期的玄甲蜥都被他们击伤。不过2人也清楚，这一击几乎耗尽了他们体内的灵气和巨灵葫芦的大量灵液。若是玄甲蜥再次出手，他们怕是再也无力抵挡。玄甲蜥看着身受重伤的3头妖兽，又看了看夏平安和夏灵河，眼中的凶厉之色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忌惮。他知道眼前这2个看似弱小的人类，实则极为危险，继续缠斗下去，自己怕是也讨不到好，甚至可能会葬身于此。犹豫了片刻后，玄甲蜥发出一声嘶吼，转身便朝着山谷深处逃去。那3头身受重伤的金晶狮、碧水蟒和烈焰鹏也挣扎着起身，跟在玄甲蜥身后狼狈逃窜，很快便消失在了山谷深处。见4头妖兽都逃走了，夏平安和夏灵河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2人同时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，体内的灵气彻底耗尽，身体也极为疲惫。刚才的一战实在是太过凶险，若是没有夏灵河在关键时刻突破，2人怕是早已成为了妖兽的口中之食。夏灵河靠在夏平安的肩膀上，小脸上满是疲惫，却也带着一丝兴奋。这是他第一次正式运用功法，引动天地灵气，还和平安哥一起击退了4头筑基期的妖兽，心中充满了成就感。夏平安轻轻拍了拍夏灵河的背，眼中满是欣慰和宠溺。他知道妹妹的修行之路已经正式开启，未来必定前途无量。2人坐在地上休息了许久，又服用了大量的巨灵葫芦灵液和疗伤丹，才渐渐恢复了些许力气，体内的灵气也慢慢充盈起来。夏平安的修为在刚才的生死之战中也成功突破到了炼气5层，实力再次大增。夏灵河的修为也在突破炼气1层后稳步提升，隐隐有朝着炼气2层迈进的迹象。休息妥当后，2人便起身朝着山谷中央的石台走去。石台之上宝光闪烁，显然有着巨大的机缘。
二人小心翼翼地走到石台边，发现石台之上放置着一个古朴的玉盒，玉盒之上灵气流转，隐隐有阵法的纹路显现，却被刚才二人爆发的灵气波动震破。玉盒的盖子微微打开，露出了里面的物品。夏平安伸手将玉盒拿起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只见玉盒之中放着3本古朴的功法秘籍，还有一枚晶莹剔透的丹药，以及一柄闪烁着蓝光的长剑。那枚晶莹剔透的丹药名为洗髓丹，乃是筑基期的丹药，能洗髓伐脉，提升修士的根骨资质，还能辅助修士突破筑基期，乃是极为罕见的珍品。那柄闪烁着蓝光的长剑名为碧水剑，乃是中品灵器，剑身之上蕴含着浓郁的水系灵气，锋利无比，还能引动水系灵气进行攻击，威力极强。看着玉盒中的物品，夏平安和夏灵河皆是心中大喜，这些物品皆是秘境中的至宝，对于他们的修行必将有极大的帮助。二人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物品收好，放入储物袋中，心中满是激动。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在灵域秘境中得到的最大的机缘。然而二人并不知道，在他们收下玉盒中物品的瞬间，山谷深处一道冰冷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他们。玄甲溪藏在落峡谷深处的阴影里，一双铜铃般的兽眼死死盯着夏平安和夏灵河，眼中翻涌着凶戾与贪婪。方才被二人联手击伤的怒意还在胸腔中灼烧，那身布满裂痕的玄甲下，筋肉因愤怒不停颤动，周身的土系灵气更是疯狂翻涌，将周围的石块都震得微微发颤。他本是落峡谷的守护妖兽之首，在这秘境中称霸多年，可曾受过这般屈辱？被2个修为低微的人类少年少女击伤，更是让他觉得颜面尽失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那便是将二人撕成碎片，夺回石台之上的至宝，让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夏平安和夏灵河正小心翼翼地将玉盒中的功法丹药和灵气收好，二人只觉周身的空气骤然变得凝滞，一股远比之前更为强悍的威压从山谷深处席卷而来。那威压带着浓郁的土系灵气，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，地面也开始微微震动，碎石从山谷两侧的岩壁上簌簌掉落。夏平安心中一惊，瞬间便察觉到了危险，他猛地将夏灵河护在身后，手中快速拿出墨尘赠予的下品灵气重锤，丹田内的灵气急速运转，青云诀心法在体内全力开启，巨灵葫芦贴身藏在衣襟内，散发出丝丝精纯的灵气，勉强抵挡住那股强悍的威压。夏灵河紧紧攥着夏平安的衣角，小脸煞白，却依旧运转着刚刚入门的双灵诀，引动天地间的木系与水系灵气，在二人周身形成一道微弱的灵气屏障。他能清晰地感知到，那股强悍的气息正快速逼近，正是方才逃走的玄甲溪，而且他的气息比之前更为狂暴，显然是动了杀心。不过数息时间，玄甲溪便从山谷深处狂奔而出，庞大的身躯撞断了沿途的数棵参天古木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。他四蹄踏地，每一步都让地面剧烈震动，卷起漫天尘土。那布满裂痕的玄甲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依旧闪烁着冰冷的金属光泽。一对粗壮的犀角泛着寒芒，直指夏平安和夏灵河。此刻的玄甲蜥已然彻底暴怒，他将体内的筑基后期修为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，周身的土系灵气凝聚成厚厚的土盾，将自己护在其中，同时口中发出一声震天的嘶吼。那嘶吼声震得山谷间回声阵阵，让夏平安和夏灵河的耳膜嗡嗡作响，体内的灵气都为之紊乱。夏平安知道今日这场恶战在所难免，玄甲蜥的修为远在自己之上，如今又暴怒不已，实力更是暴涨。自己不过炼气5层的修为，即便有巨灵葫芦的灵液加持，想要抗衡这头筑基后期的妖兽，依旧是难如登天。但他的身后是夏灵河，是他唯一的妹妹，是这个世界上他最想保护的人。他没有退路，哪怕是拼上自己的性命，也绝不能让玄甲蜥伤害到夏灵河分毫。夏平安深吸一口气，将巨灵葫芦中的灵液引动一丝，融入自己的经脉，精纯的灵气瞬间让他紊乱的气息平复下来。他手持重锤，眼神坚定，死死地盯着狂奔而来的玄甲蜥，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。玄甲蜥转瞬便冲到了二人面前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抬起粗壮的前蹄，带着千钧之力朝着夏平安狠狠踏下。那蹄子遮天蔽日，带着强悍的土系灵气，若是被踏中，必定粉身碎骨。夏平安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身形灵动一闪，避开玄甲蜥的前蹄，同时将丹田内的所有灵气，再加上巨灵葫芦中引动的数丝灵液，尽数凝聚在重锤之上，猛地抬手，将重锤朝着玄甲蜥的头颅砸去。重锤之上带着淡淡的金光，那是青云诀引动的精细灵气，金克土，这是他唯一能抗衡玄甲蜥的机会。砰的一声巨响，重锤结结实实地砸在了玄甲蜥的头颅之上，精细灵气与土系灵气剧烈碰撞，爆发出强大的气浪，将周围的灵草灵药尽数掀飞，碎石四溅。可玄甲蜥的头颅本就坚硬无比，再加上土系灵气形成的土盾加持，夏平安这全力一击，仅仅是让玄甲蜥的头颅微微一震，并未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反而那股强大的反震之力顺着重锤传入夏平安的体内，让他气血翻涌，一口鲜血涌上喉咙，他强忍着咽了回去，手臂发麻，虎口开裂，鲜血顺着手指滴落在地上，重锤也险些脱手。玄甲蜥被夏平安这一击彻底激怒，他吃痛之下发出一声更为狂暴的嘶吼，猛地甩动头颅，一对粗壮的犀角带着寒芒朝着夏平安狠狠撞来，速度快如闪电，避无可避。夏平安心中暗道不好，想要再次躲避，却以为时已晚。犀角狠狠撞在他的胸口，他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，仿佛骨头都被撞碎了一般，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向后飞去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一口鲜血喷薄而出，染红了身前的地面。他手中的重锤哐当一声掉落在地，身体剧烈抽搐，周身的灵气瞬间溃散，丹田内更是一阵翻江倒海，连站起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夏灵河见夏平安被玄甲溪撞飞，口中喷出鲜血，小脸上满是惊恐和泪水。他不顾一切地冲到夏平安身边，蹲下身想要扶起他，口中不停喊着平安哥。他想要运转双灵诀，引动灵气为夏平安疗伤，可玄甲溪根本不给他机会。庞大的身躯再次朝着二人逼近，四蹄踏地，带着强悍的威压，眼中满是戏谑和凶厉，仿佛在看两只待宰的羔羊。夏灵河将夏平安护在身后，小小的身子挺直，眼中满是倔强。他拼尽全力引动天地间的木系和水系灵气，在二人周身形成一道厚厚的灵气屏障，想要抵挡玄甲溪的攻击。可他不过刚踏入炼气一层，修为低微，那道灵气屏障在玄甲溪面前脆弱的如同一张薄纸。玄甲溪看着挡在夏平安身前的夏灵河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屑。他抬起前蹄，轻轻一踏，便将那道灵气屏障踏得粉碎，木系和水系灵气四散开来。夏灵河被气浪震得连连后退，一口鲜血也喷了出来，摔在夏平安身边。玄甲溪一步步逼近，庞大的身躯投下巨大的阴影，将二人笼罩其中。他低下头，用犀角指着夏平安，口中发出低沉的嘶吼，仿佛在宣告二人的死期。夏平安躺在地上，看着逼近的玄甲溪，又看了看身边受伤的夏灵河，心中充满了不甘和绝望。他不甘心就这么死去，不甘心无法保护自己的妹妹，不甘心刚踏上修仙之路，还未实现重振灵月宗的梦想，还未让那些欺负过自己的人付出代价。他的手紧紧攥着胸口的巨灵葫芦，那葫芦温润的触感传来，让他混乱的意识清醒了几分。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哪怕是死也要拉着玄甲溪垫背。夏平安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，将丹田内仅剩的一丝灵气，还有巨灵葫芦中能引动的所有灵液，尽数凝聚在自己的右拳之上。他的右拳瞬间被精纯的灵气包裹，泛着淡淡的黄光，那是巨灵葫芦灵液的光芒，也是他最后的力量。他猛地撑起身体，朝着玄甲溪的腹部冲去，那里是玄甲溪全身防御最薄弱的地方，也是他唯一能找到的死穴。玄甲溪见夏平安如此垂死挣扎，眼中闪过一丝嘲讽，他根本没将夏平安这最后的一击放在眼里，依旧站在原地，任由夏平安朝着自己冲来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夏平安这最后的一击凝聚了他全部的意志和巨灵葫芦的精纯灵液，竟爆发出了远超他自身修为的力量。夏平安的拳头狠狠砸在玄甲溪的腹部，那处薄弱的防御瞬间被打破，精纯的灵气顺着拳头涌入玄甲溪的体内，疯狂破坏着他的经脉和五脏六腑。玄甲溪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，这哀嚎声中充满了痛苦和不敢置信。他庞大的身躯剧烈抽搐，周身的土系灵气瞬间溃散，那厚厚的土盾也消失不见。他想要抬起蹄子将夏平安踩死，可体内的剧痛让他根本无法动弹。夏平安这一击用尽了自己最后的所有力量，他的拳头砸在玄甲溪腹部的瞬间，便再也支撑不住，身体软软的倒了下去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这一次他再也没有了丝毫力气，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口中不断涌出鲜血，染红了身下的土地，周身的经脉几乎全部断裂，丹田内的灵气彻底枯竭，气息微弱到了极点，仿佛下一刻便会彻底消散。玄甲溪在地上挣扎了片刻，便再也没有了动静，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，彻底失去了生机。一双铜铃般的兽眼圆睁，眼中满是不甘和悔恨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竟会死在一个炼气5层的人类少年手中。夏灵河见玄甲溪终于倒了下去，心中的石头瞬间落地。可当他看到夏平安倒在地上，气息微弱，不断吐血的模样，心中的悲痛瞬间席卷而来。他爬到夏平安身边，轻轻抱着夏平安的身体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落，滴在夏平安的脸上。他想要喊夏平安，可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样，只能发出呜咽的声音。他伸出小手想要为夏平安擦拭嘴角的鲜血，可他的手却不停地颤抖，连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到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耀眼的黄光从夏平安的衣襟内飞出，那正是巨灵葫芦。葫芦离开夏平安的身体后，悬浮在他的上空，1寸大小的葫芦在黄光的包裹下缓缓变大，最终恢复到了最初7、8寸的模样。葫芦周身的黄光愈发耀眼，散发出浓郁的精纯灵气，那灵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醇厚，都要浓郁。整个落峡谷的天地灵气都被这股灵气引动，疯狂朝着巨灵葫芦汇聚而来。巨灵葫芦悬浮在夏平安的上空，葫芦口微微张开，一道柔和的黄色灵泉从葫芦口中缓缓流出，灵泉落在夏平安的身上，顺着他的肌肤缓缓渗入体内，所过之处原本断裂的经脉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，原本枯竭的丹田内开始缓缓凝聚起灵气，原本破损的五脏六腑也在灵泉的滋养下慢慢恢复。那黄色灵泉蕴含着天地间最精纯的灵气，还有巨灵葫芦本身的本源之力，温柔却又充满力量，一点点滋养着夏平安受损的身体，修复着他所有的伤势。夏灵河看着悬浮在半空的巨灵葫芦，还有那道滋养着夏平安的黄色灵泉，眼中满是震惊和惊喜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，夏平安原本微弱到极点的气息，正在一点点变得平稳，一点点变得浓郁。那原本苍白如纸的脸庞，也渐渐有了一丝血色。他知道是巨灵葫芦在救夏平安，是这先天灵宝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真正的力量。巨灵葫芦周身的黄光不断闪烁，葫芦口的灵泉依旧在缓缓流出，落峡谷的天地灵气还在不断汇聚，被巨灵葫芦转化为精纯的灵液，融入夏平安的体内。夏平安的意识渐渐从混沌中清醒过来，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在自己的体内流转，修复着自己所有的伤痛。原本断裂的经脉不再疼痛，反而变得比以往更加宽阔。丹田内的灵气不仅恢复了，还比以往更加精纯，更加浓郁，甚至隐隐有突破到炼气6层的迹象。
他能感受到巨灵葫芦的存在，感受到葫芦中传来的一股亲切的意念，那意念中没有丝毫的疏离，只有满满的认可和亲近，仿佛与他的灵魂紧紧相连，融为一体。这一刻，夏平安知道，巨灵葫芦这柄先天灵宝，在他拼尽全力保护夏灵河，拼上性命与玄甲溪死战的那一刻，彻底认可了他这个主人，不再仅仅是因为缘分择主，而是从灵魂深处认可了他的品性、他的意志、他的一切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巨灵葫芦周身的黄光渐渐收敛，葫芦口的灵泉也缓缓消失，天地间汇聚的灵气也渐渐恢复了平静。巨灵葫芦缓缓缩小，重新变回1寸大小，缓缓落下，轻轻贴在夏平安的胸口，与他的身体紧紧相贴，仿佛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，再也无法分离。此刻的夏平安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眼中的疲惫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清明和力量。他缓缓坐起身，感受着自己体内的变化，心中充满了震惊和喜悦。他的经脉不仅全部修复，还被巨灵葫芦的本源之力拓宽了数倍，丹田内的灵气精纯而浓郁，修为直接突破到了炼气6层，比之前更为强悍，身体的强度也提升了数倍，周身的气息平稳而厚重，与之前那个炼气5层的少年判若两人。他低头看着胸口的巨灵葫芦，葫芦温润的触感传来，还有那股亲切的意念，让他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感激。这柄葫芦不仅是他的机缘，他的底气，更是他的伙伴，在他最危险的时刻救了他的性命，彻底认可了他。夏灵河见夏平安睁开眼睛，坐起身来，眼中的泪水瞬间止住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惊喜和激动。他一把抱住夏平安，哽咽着：“平安哥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。”夏平安轻轻拍着夏灵河的背，语气温和：“灵河，我没事，让你担心了。”夏平安扶着夏灵河站起身，二人相视一眼，眼中都满是坚定。他们知道灵域秘境之中还有更多的机缘，也有更多的危险，但他们不再畏惧，因为他们有彼此，有巨灵葫芦的守护，有一身的修为和机缘。他们的修仙之路才刚刚开始，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他们，而他们必将携手并肩一路前行，克服所有的困难，成为真正的修仙强者，重振灵月宗，保护所有自己想保护的人。岁月流转，弹指过，30载光阴，在修仙界不过弹指一挥间。昔日偏居深山萧条破败的灵月宗，却在这30年里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，成了修仙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宗门。昔日那座破旧的山门被重建成白玉雕砌的巍峨牌楼，牌楼上灵月宗3个大字由玄清道长亲书鎏金描边，在日光下熠熠生辉。山门两侧云雾缭绕，仙鹤齐鸣，灵气浓郁的化作实质，顺着山道缓缓流淌。宗门内的建筑鳞次栉比，炼气坪扩建成了能容数千弟子同时修行的广阔广场。丹房、炼气房、藏经阁一应俱全，丹房内丹香常年不散，炼气房的火光日夜不息，藏经阁中典籍浩如烟海，往来弟子皆是意气风发，修为不凡。山门之下每日都有无数修仙者慕名而来，想要拜入灵月宗门下。门庭若是热闹非凡，这一切的改变皆因30年前从灵域秘境平安归来的夏平安与夏灵河。当年二人从秘境走出，不仅修为大进，还带回了无数天才地宝功法灵气，为灵月宗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夏平安凭借巨灵葫芦的加持，青云诀和金风诀的双修，修行速度1日千里，短短10年便突破金丹期，20年踏入元婴期，30载光阴竟已触碰到化神期的巅峰，距离飞升成仙仅一步之遥。夏灵河的极品双灵根在双灵诀、木灵诀和水柔诀的滋养下，天赋被发挥到极致，修行之路比夏平安更为顺畅，与兄长同阶同步，同样达到化神期巅峰。兄妹二人的修为在整个修仙界都难逢敌手，成了灵月宗的定海神针。这30年里，兄妹二人从未忘记玄清道长的教导和师兄师姐的帮扶，更未忘记重振灵月宗的誓言。他们将秘境中所得的功法整理成册，收入藏经阁，供弟子们研习，将天才地宝分给宗门，用于培养弟子炼制丹药锻造灵气，还亲自下山游历，收服了周边诸多妖兽，划定了灵月宗的地界，为宗门扫平了所有隐患。二人还收徒传艺，教导出无数优秀的弟子，这些弟子遍布修仙界，个个皆是独当一面的强者。灵月宗的名声也因此愈发响亮，从昔日的没落小宗一跃成为与顶级大宗比肩的存在。而夏平安与夏灵河也被宗门弟子尊称为平安师叔、灵河师叔，成了所有灵月宗弟子心中的信仰和榜样。这一日，灵月宗的上空突然风云变色，原本晴朗的天空骤然阴沉下来，铅灰色的云层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层层叠叠压在宗门上空，云层之中电闪雷鸣，紫金色的雷电在云层间游走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。一股强大的威压从云层中席卷而下，笼罩了整个灵月宗。宗门内的弟子们皆是心中一惊，纷纷停下手中的修行和事务，抬头望向天空，眼中满是震惊和敬畏。他们都知道，这是有人即将突破飞升引动的仙劫，而能在灵月宗引动如此浩大仙劫的，整个宗门唯有2人。炼气广场上，无数弟子聚集在此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声音中满是激动和期待。有刚入门不久的年轻弟子，眼中满是好奇，拉着身边的师兄询问，说这莫非是平安师叔或灵河师叔要渡劫飞升了？这仙劫的声势也太过浩大了。身旁的师兄眼中满是崇拜，点了点头，说除了2位师叔，整个灵月宗谁还能引动如此规模的仙劫？还说自己入门20年，亲眼看着2位师叔的修为1日千里。当年师叔2人从灵域秘境归来时，不过炼气期的修为，
30年便达到化神期巅峰。这份天赋整个修仙界都是独一份的。有年长的弟子曾跟随夏平安和夏灵河下山除魔卫道，想起过往的经历，满脸感慨，说两位师叔不仅天赋卓绝，心性更是难得，心怀天下宅心仁厚。这些年下山游历，斩妖除魔，救苦救难，不知帮了多少百姓，过了多少宗门。修仙界谁不敬佩两位师叔的名声？都说灵月宗出了2位千年难遇的修仙奇才，更是出了2位心怀大义的真仙。还有弟子接过话头，说何止是修仙界，就连凡间的百姓都为2位师叔立了生祠，每日香火不断，都说2位师叔是下凡的仙神，守护着世间的安宁。还说今日2位师叔一同渡劫，必定能顺利飞升，成为真正的仙神，护佑灵月宗，护佑着世间。弟子们的议论声此起彼伏，却都满是对夏平安和夏灵河的崇拜和信任。在他们心中，这对兄妹就是无敌的象征，无论遇到何种困难，都能化险为夷。此次渡劫必定也能顺顺利利。而在炼气广场的最高处，灵月宗的主峰之巅，玄清道长和灵峰墨尘、苏清月、叶灵犀4人正站在那里，目光望向宗门后山的方向。那里是夏平安和夏灵河选择的渡劫之地，也是当年2人出入宗门时玄清道长带他们看遍灵月宗全貌的地方。30载光阴并未在玄清道长身上留下太多痕迹，他依旧须发花白，身着道袍，仙风道骨，只是周身的气息愈发浑厚，修为早已突破化神期，踏入了更高的境界。而灵峰4人也在夏平安和夏灵河的帮助下修为大进，灵峰达到元婴期巅峰，墨尘和叶灵犀踏入元婴期，苏清月更是成了修仙界闻名的丹神，一手炼丹术出神入化，炼出的丹药皆是极品。此刻5人脸上没有丝毫担忧，只有欣慰和期待，目光中满是对夏平安和夏灵河的认可。玄清道长看着后山的方向，眼中满是笑意，缓缓开口，声音带着岁月的温润，说30年前这2个孩子刚入宗门时，一个瘦弱不堪，一个懵懂稚嫩，如今却已能独当一面，达到化神期巅峰，即将渡劫飞升。不枉他当年一眼看中，将2人收归门下。林峰闻言点了点头，脸上满是感慨，说当年平安师弟和灵河师妹刚入宗门，炼气不过数日便踏入炼气一层，这般天赋便已让人震惊，如今30年便要渡劫成仙，更是千古未有。灵月宗能有今日，全靠2位师弟师妹的付出。墨尘拍了拍身边的石兰，哈哈大笑，说想当年平安师弟一拳将那蛮横的堂兄镶在墙上，何等解气！如今师弟师妹要渡劫飞升，必定能一举成功，将来在天界也必定是一方大能。我灵月宗出了2位天仙，今后在修仙界谁还敢小觑？苏清月眼中满是温柔，说平安和灵河这2个孩子心性最是纯良，这些年从未有过丝毫骄傲，哪怕修为通天，依旧对师长恭敬，对师兄弟和睦，对弟子慈爱，这般品性本就该位列仙班。叶灵犀也笑着接话，说灵河师妹当年还是个跟在我身后蹭丹吃的小丫头，如今竟要和平安师兄一起渡劫成仙了。今日过后，我灵月宗便有2位天仙做靠山，必定会愈发鼎盛。5人相视一笑，眼中皆是满满的欣慰。他们看着夏平安和夏灵河从懵懂少年少女成长为如今的修仙巨擘，看着灵月宗从萧条破败走到如今的鼎盛辉煌，这30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，太多的感动。而今日便是这对兄妹迎来人生最重要时刻的日子，也是灵月宗最荣耀的日子。而在灵月宗的后山，一处名为望仙台的悬崖之上，夏平安和夏灵河并肩而立，周身灵气翻涌，衣袂翻飞，在漫天雷云的映衬下宛若谪仙。30载的光阴让夏平安褪去了昔日的青涩，身形挺拔，面容俊朗，眼神深邃而平静，周身散发着沉稳厚重的气息。巨灵葫芦依旧贴身藏在衣襟内，与他心意相通，时刻散发着淡淡的灵气。夏灵河也褪去了当年的稚嫩，出落的清丽绝尘，气质温婉而强大，一双眼眸灵动清澈，周身木系与水系灵气交织，形成一道淡淡的灵光，宛若林中仙子。兄妹2人抬头望向天空中的雷云，紫金色的雷电愈发狂暴，云层也愈发厚重，那股属于仙劫的威压也愈发强烈。可2人的脸上却没有丝毫惧色，只有坚定和从容。夏灵河感受到兄长的目光，也侧头看向夏平安，眼中满是笑意和依赖。30年来，无论遇到何种危险，兄长始终挡在他的身前，护他周全。如今即将渡劫成仙，能与兄长一同面对，一同飞升，便是他最大的心愿。2人无需言语，一个眼神便已心意相通，皆下定了决心，今日便一同渡劫，携手成仙。若能成功，便一同踏入天界，继续并肩前行。即便前路艰险，也不离不弃，生死与共。就在此时，天空中的雷云骤然炸开，一道粗壮的紫金色雷电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，从云层中轰然落下，直劈望仙台而来。这是仙劫的第一道雷劫，也是渡劫的开始。夏平安和夏灵河相视一眼，同时运转全身修为。夏平安将巨灵葫芦的力量引动到极致，精纯的灵气从葫芦中喷涌而出，与他自身的精细灵气交融，在周身形成一道金色的灵气护罩。青云诀和金风诀同时运转，灵气翻涌，势如破竹。夏灵河则引动天地间的木系和水系灵气，2种灵气交织缠绕，形成一道淡绿色的灵气护罩。双灵诀全力开启，灵气温润而强大，与兄长的护罩相互交融，形成一道更为坚固的双色护罩，将2人护在其中。轰的一声巨响，紫金色的雷电狠狠劈在双色护罩之上，雷电与灵气剧烈碰撞，爆发出强大的气浪，将望仙台周围的岩石尽数震碎，碎石四溅，云雾翻涌。可夏平安和夏灵河的双色护罩却纹丝不动，巨灵葫芦的灵气源源不断的涌入护罩，补充着消耗的力量。夏灵河的木系灵气有着极强的恢复能力，水系灵气则能化解雷电的威力。
兄妹二人配合默契，轻而易举地挡下了第一道雷劫。天空中的雷云似乎被激怒了，一道接着一道的紫金色雷电接连落下，越来越粗壮，越来越狂暴。每一道雷电都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，劈在望仙台之上，轰鸣声震耳欲聋，整个灵月宗都在微微颤抖。可夏平安和夏灵河却始终并肩而立，二人的灵气护罩始终坚不可摧，聚灵葫芦的力量无穷无尽，为二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灵气。兄妹二人的修为在雷劫的洗礼下，不仅没有消耗，反而在不断提升，周身的气息愈发浑厚，对大道的理解也愈发深刻。炼气广场上的弟子们仰着头看着后山方向的雷电，眼中满是紧张和激动。他们虽看不到望仙台上的景象，却能感受到那股强大的力量碰撞，心中默默为两位师叔祈祷。主峰之巅的玄清道长和林峰五人依旧神色平静。玄清道长缓缓抬手，引动一道灵气护住了整个灵月宗，避免宗门被雷劫的余波波及，口中轻声说道：雷劫洗礼乃是成仙必经之路，这两个孩子定能扛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天空中的雷劫终于迎来了最后一道，也是最强大的一道。云层之中，一道比之前所有雷电都要粗壮数倍的紫金色雷电缓缓凝聚，雷电之中还夹杂着一丝金色的仙光。这是九天神雷，也是飞升成仙的最后一道考验。若是能挡下这道神雷，便能羽化成仙，踏入天界；若是挡不住，便会形神俱灭，魂飞魄散。望仙台上，夏平安和夏灵河感受到九天神雷的威力，眼中闪过一丝凝重，却依旧没有丝毫退缩。二人同时将全身修为催动到极致。夏平安将聚灵葫芦的本源之力引动而出，葫芦周身爆发出耀眼的黄光，与他的精细灵气交融，形成一道金色的巨盾。夏灵河则将极品双灵根的天赋发挥到极致，天地间的木系和水系灵气疯狂汇聚，形成一道淡绿色的巨盾。两道巨盾相互融合，化作一道双色巨盾挡在二人身前，散发着强大的气息。轰的一声惊天巨响，九天神雷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，狠狠劈在双色巨盾之上。雷电与灵气的碰撞，爆发出刺目的光芒，照亮了整个天空。就连远处的修仙界和凡间都能看到这道耀眼的光芒。望仙台之上，碎石漫天，云雾翻涌，强大的气浪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，整个灵月宗的山脉都在剧烈颤抖。炼气广场上的弟子们纷纷抬手遮住眼睛，心中满是担忧。主峰之巅的玄清道长和林峰五人也微微握紧了拳头，目光紧紧盯着后山的方向。就在众人以为双色巨盾即将破碎之时，一道耀眼的黄光从望仙台之上爆发而出，聚灵葫芦悬浮在二人上空，源源不断地为双色巨盾提供着力量。夏平安和夏灵河的周身同时爆发出金色和淡绿色的仙光，两道仙光交织缠绕，将二人包裹其中。片刻之后，刺目的光芒渐渐散去，九天神雷的威力被彻底化解，天空中的雷云开始缓缓消散，铅灰色的云层渐渐褪去，露出了晴朗的天空。一道金色的仙梯从天空之中缓缓落下，直通望仙台。仙梯之上，祥云缭绕，仙鹤齐鸣，散发出浓郁的仙气。这是天界开启的飞升通道，唯有渡劫成功的修仙者才能踏上仙梯，羽化成仙。望仙台上，夏平安和夏灵河并肩而立，周身仙光萦绕，衣袂翻飞。二人的修为已然突破化神期，达到了仙阶，成了真正的天仙。聚灵葫芦缓缓落下，重新贴在夏平安的胸口，与他心意相通，散发出淡淡的仙气。兄妹二人抬头望向天空中的仙梯，眼中满是欣喜。他们相视一笑，伸出手紧紧握住对方的手。30年来，他们始终携手同行，如今也要一同踏上这仙梯，踏入全新的天界。二人抬脚缓缓朝着仙梯走去，脚步轻盈，周身仙光闪烁，所过之处灵气翻涌，祥云缭绕。炼气广场上的弟子们看到望仙台方向的仙梯和二人的身影，瞬间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。弟子们纷纷跪地行礼，口中高呼师叔飞升，仙福永享，灵月宗鼎盛万年。欢呼声此起彼伏，响彻整个灵月宗，就连山间的妖兽也发出阵阵嘶吼，仿佛在为二人庆贺。主峰之巅的玄清道长和林峰五人看着二人踏上仙梯的身影，眼中满是欣慰的泪水。玄清道长缓缓抬手，对着仙梯的方向躬身行礼，口中轻声说道：平安灵河，一路走好，灵月宗有我们在，定会愈发鼎盛，不负你们的期望。林峰四人也纷纷躬身行礼，眼中满是不舍，却也满是祝福。他们知道，这对兄妹的未来，在那广袤的天界，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舞台。夏平安和夏灵河踏上仙梯，缓缓朝着天空走去。他们回头望向灵月宗的方向，看着那座熟悉的山门，看着主峰之巅的师傅和师兄师姐，看着炼气广场上的无数弟子，眼中满是不舍。夏平安抬手对着灵月宗的方向躬身行礼，夏灵河也跟着躬身，眼中闪过一丝泪光。这里是他们的家，是他们修仙之路的起点，是他们永远的牵挂。二人转身不再回头，携手朝着仙梯的尽头走去。仙梯缓缓升起，带着二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天空之中，只留下漫天的祥云和浓郁的仙气，笼罩着整个灵月宗。夏平安与夏灵河飞升天界的异象，在修仙界萦绕了3月之久。灵月宗上空的霞光仙气未曾消散半分，反而随着二人在天界的根基渐稳，
化作一缕缕温和的仙泽，缓缓渗入灵月宗的山川大地。那仙泽融于宗门的灵气脉络，让灵月宗的灵气愈发醇厚浓郁。炼气瓶的青石上凝出了灵露，丹房的药圃里灵草疯长，就连藏经阁的古籍上都隐隐有灵光流转，仿佛被仙力滋养，生出了灵韵。修仙界的各方宗门听闻灵月宗出了2位天仙，皆遣使者携众里前来道贺。昔日与灵月宗比肩的大宗更是放下身段，欲与灵月宗结为永世之交。灵月宗的山门之外，每日皆是车水马龙，修仙者络绎不绝，有求道拜师的，有求丹求气的，有结好联盟的，却无一人敢有半分不敬。玄清道长以仙宗之主的身份，淡然接待各方来客，守着灵月宗的本心。灵月宗则良才收归门下，与诚心相交的宗门结为盟友，却从不是先威而骄，让灵月宗的声望在修仙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炼气广场上，新入门的弟子们晨起练气，总能感受到一股温和的仙力萦绕周身，助他们感悟灵气，突破瓶颈。那些卡在修为桎梏的长老和弟子，在仙泽的滋养下，竟接连突破。短短数年，灵月宗便出了数位元婴期修士，金丹期修士更是数不胜数。宗门的实力一日千里。弟子们修行之余，最爱听师长讲述平安师叔和灵和师叔的故事。从少年时的寄人篱下，到捡得聚灵葫芦的机缘；从灵韵秘境的生死历练，到重振灵月宗的艰辛，再到携手渡劫飞升的辉煌。每一段故事都成了弟子们心中最坚定的修行信念，刻在灵月宗的传承之中。而在遥远的天界，夏平安和夏灵河的修仙之路并未结束，他们依旧携手同行，并肩作战，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坚定的意志，在天界渐渐站稳脚跟，成为了天界的一方大能。而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灵月宗，时常会降下仙泽，护佑着这座养育他们的宗门，护佑着这片他们曾守护过的土地。